小鲛人，跑什么？能被本太子看上是你的福气，乖乖跟我回龙宫做我的婢女，岂不比在这荒芜深渊等死强？我宁愿死在这里，也不会跟你走。这里是玄龟圣尊沉睡之地，你们不能在这里放肆。玄龟圣尊不过是一块沉睡不知多少元慧的顽石，敖青太子乃北海龙王嫡孙，在此地龙王便是天，拿下他。我只是在哪身体不良，好生等着。这感觉是水，我在海里，我年海。我要发现，我要活下去。检测到宿主强烈道心与超脱意志，符合绑定条件，闭关就变强，系统激活。系统穿越者接受时，闭关又变强，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，先管我。谁敢管我龙宫闲事？这老乌龟难道醒了？刚才是我的意思，旧的小姑娘，算了。本系统旨在辅助宿主通过闭关修炼成就无上大道，宿主可在系统空间内闭关，系统空间与外界时速比为外界1天，空间1年。新手大礼包发放中：1. 混沌诀，2. 大罗金仙初期修为灌顶，3. 顶级先天道体化形机会。圣尊苏醒了。这就是力量的感觉。大罗金仙超脱时空长河，我终于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砧板之肉了。你是何人？竟敢在此装神弄鬼！我乃北海龙宫太子敖青。这鲛人少爷刚才似乎一直在维护。相逢即是有缘，此地以后不见。闭关模式已启动，当前闭关效率基础修为积累加速1000%，环境干扰屏蔽90%。我们走。西瑶谢圣尊救命之恩，愿永世追随圣尊，侍奉左右，求圣尊收留。我需长期闭关，外面有个信得过的耳目，处理些琐事，倒也省心。此女性情坚韧，心性尚可，你既有此心，便留下吧。我不需你侍奉，只需你守护此地外围，莫让闲杂人等扰我清修即可。是，西瑶定不负圣尊所托，绝不让人打扰圣尊。可恶的乌龟，等着吧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父王，您定要为儿臣做主啊！那北海深渊下的老乌龟，非但拒绝了龙族招揽，更是嚣张跋扈，全然不将我龙宫放在眼里。儿臣奉命巡视北海，见那鲛人少女资质尚可，本想引入龙宫加以栽培，谁知那玄龟甫一化形，蛮横阻拦，打伤了儿臣麾下的巡海夜叉，还口出狂言，说他说了什么？他说北海龙宫算什么，也配管我门前之事，气焰极其嚣张。儿臣与之理论，他竟施展神通以威压震慑，若非儿臣见机得快，恐怕也难逃毒手。父王，此辽不除，我龙宫威严何在？四海生灵将如何看待我北海龙族？好歹一介荒野浅修之辈，安敢如此欺我龙族？父王息怒，那楚风能轻易化形，且修为深不可测，观其行事虽显孤傲，却似无意主动与我龙族为敌。此刻龙族大势在即，不宜节外生枝，树此强敌。心儿所言不无道理，然龙族威严不可夺，明面上暂且不动他，但给本王盯紧那片深渊，加派隐匿水族，给本王12个时辰不间断的监视。本王倒要看看这缩在壳里的楚风究竟有何异常，又能龟缩到几时。检测到宿主已闭关100年，获得阶段性奖励玄黄母气元根1。玄黄母气元根，锤炼肉身的绝顶神物，系统立刻融合。小贱人，还真把这破地方当窝了，以为靠上个只会缩壳的老乌龟就能高枕无忧。上次的账，今天连本带利跟你算清楚。你们休要放肆，此地乃圣尊清修之所，不容你们撒野。圣尊，哼，我看是缩头乌龟才对。兄弟们，拿下他，先废了他的修为，看那乌龟出不出来。圣尊，
聒噪，又是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扰人清修。怎么回事？这海水有古怪。就是现在。是那乌龟壳，是他在搞鬼。这地方太邪门了，撤，快撤！西瑶，多谢圣尊再次相救。成功融合玄黄母气元根，肉身强度大幅度提升，获得天赋神通玄黄不灭体。玄黄不灭体出城便有如此威力，不错。这小鲛人临危不乱，懂得抓住时机，倒是机灵，心性也坚韧。看来留下他或许并非坏事。九转护体，光耀诸天，守心域外，万法不侵。这神光法门果然玄妙，若能修至大成，怕是真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九转护体神光修炼进度5%，初具雏形，可被动增强屏障防御强度，并对特定恶意产生自动反应。不错，稳扎稳打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闭关，何惧外界风雨？圣尊西瑶又加固了一下东边的幻象，虽然粗浅，但总能迷惑一下那些不长眼的小妖。这里再布下一道水纹，只要有外力强行闯入，就能立刻感知到。我乃北海龙女敖心，奉北海龙王之命，特来拜访楚风道友，还请通传。原来是龙女殿下，圣尊他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，不见外客，殿下请回吧。哦，闭关？你又是何人？有何资格替楚风道友做主，将龙王的好意拒之门外？我是圣尊的追随者西瑶，守护此地，不容任何人打扰圣尊清修，便是我的资格与职责。好玄妙的守护之力，这股道韵浑厚坚韧，竟让我都感到一丝压抑。这楚风果然深藏不露，并非简单的莽撞之徒，连一个追随者都如此维护于他，此人御下手段亦是不凡。既如此，我便不多打扰了。西瑶姑娘，请转告楚风道友，龙宫的大门随时为他敞开，北海能有道友这般人物，亦是幸事。如果你真的不想那个鲛人少女有事的话，希望你能同意祖龙的招安，不然我真的不能想象父王和兄长还会做出什么事。九转神光出城，防御体系更添一环，不错。龙女敖心倒是比他那兄弟懂事些，懂得先礼后兵。这丫头应对的倒也得体，心思细腻，知道提前布置预警。有她在外面守着，确实能省去不少琐碎的麻烦。不过，龙族绝不会就此罢休，下一次来的恐怕就不是试探了。必须抓紧时间继续闭关，争取在风波再起之前，让这神光更进一步。北海玄龟，楚风，儿乃北海生灵之子，潜修无数载，今我龙族统御四海，正值用人之际，特来邀你出关，入我龙族，封你为北海龙王，享龙族气运，共图霸业。祖龙终于亲自来了，好强的威压，不愧是龙汉初期的主角之一。封王气运，可惜我看过剧本，龙族已是黄昏之阳，此时加入因果缠身，死路一条。圣尊正在闭关，不见客。小小鲛人也敢插话？打狗还要看主人，当着我的面伤我的人。无名楚风，多谢祖龙道友厚爱。然吾之道在于清静无为，参悟大道，于争霸洪荒并无兴趣。道友之邀，恕难从命。清修洪荒天地，弱肉强食，何来真正的清净？阁下莫非是看不起我龙族？这北海尚在无知统御之下。道友言重了，非是看不起，实乃道心所向，不敢违背。洪荒广袤，各有其道。龙族霸业，贫道无心参与，亦祝愿道友早日功成。至于这北海，小道在此清修，与世无争，想必也不会碍了龙族大事。好一个道心所向！既然阁下执意要做这缩头潜修之事，本族也不强求威胁，指望你莫要后悔，亦莫要与我龙族为敌。这北海虽大，未必有你容身之处。圣尊拒绝了祖龙。成功拒绝祖龙招揽，坚守闭关之道，获得奖励先天北冥寒煞一道，可融入护体神光或神通，兼具冰冻侵蚀之效。不错，攻防一体，更添手段。西瑶这丫头倒是有几分胆子。北冥寒煞至阴至寒，若能完美融入九转神光之中，攻防一体，威力必将大增。只是此物霸道，需徐徐图制，不可操之。
果然排斥不小，万法相同。以玄黄母气为基，调和二者。北冥寒煞融合进度10%，护体神光兼具绝对守护与极寒侵蚀特性，被动反击机制增强。小家伙，你是谁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我叫小月，原来住的地方被一群凶恶的怪鱼占了，感觉到这里很安全，还有很温暖强大的气息，就偷偷跑过来了。对不起，我马上走。别怕，只要你不怀恶意，安心待着就好。这里是玄龟圣尊的闭关之地，寻常宵小不敢来犯的。真的吗？谢谢您，我不会打扰圣尊的。只要再靠近一点，就能感知到里面的能量波动了。回去禀报，说不定能得到太子赏赐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龙族果然贼心不死，监视从未间断。不过这北冥寒煞与护体神光结合，效果倒是出奇的好，自动反击，瞬间湮灭，省了我不少事。缩头乌龟，本太子看你这次还能不能安心躲在里面。上次的耻辱，今日定要100倍奉还。还有那2个贱婢，一个都别想跑。太子殿下何必与他们多言？待老夫破了这外围障眼法，擒下他们，不信那楚风还能无动于衷。敖青，圣尊清修之地，岂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肆？带着你的人立刻离开。哈哈哈，离开！本太子今日是来拆了这乌龟壳的，给我上！先拿下那个鲛人。玄水蚁，寒煞锁。好冷，我的妖力运转不灵了。看你能撑几时？长老，再加把劲！西瑶姐姐，小心，看我的！什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妖法？长老，你在哪？是肾气，那只小棒精，小心幻想。就是现在。啊！小辈安敢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撤，快撤！小月，没想到你的肾气这么厉害，这次真的多亏你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。能帮到西瑶姐姐和圣尊，我很高兴。他们这次吃了大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只要我们联手，一定能守住这里。不错，西瑶临危不乱，攻防有度，对寒煞的运用也越发纯熟，成长迅速。这棒精小月天赋果然非凡，这手肾气用得恰到好处，竟能化解如此围攻，是个极好的辅助。敖青，北海龙宫，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，真当我楚风没有脾气吗？待我此次闭关结束，是时候该清算一下，让你们彻底认清谁才是这北海真正的主人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小月，不要急，将你的灵石附着在肾气上，像编织水草一样，让它按照你的心意变化。我试试，像这样吗，西瑶姐姐？这是何等磅礴的功德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好可怕的力量，又好温暖。如此规模的功德金光，是女娲她造人成功了？不对，这股功德的量级似乎比记忆中，比天道原本预示的要明显少了一截。她的气息攀升至巅峰，却卡在了半步圣人，并未立刻功德圆满，立地成圣。变数，这是我带来的变数。他没有立刻凭借造人功德成就圣位，哈哈哈！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斩杀我的命运轨迹真的开始偏移了。检测到关键洪荒节点女娲造人已发生，与原始命运线对比，功德总量减少18.7%。女娲未能及时晋升天道圣人，宿主命运扭转度小幅提升。果然如此，她失去了用我四族完善补天功德的机会，如今连造人功德的圆满都受到了影响。这意味着她未来补天时，若找不到合适的替代，或者替代品效果不佳，她的圣机将永远存在瑕疵。圣尊，您没事吧？刚才那是……无妨，天道运转，有人行大不得之事罢了。西瑶，小月，在。圣尊，大势将起，风云渐起，留给我们的时间比预想中更紧迫了。从即刻起，你二人亦需加倍努力修行，不可有丝毫懈怠。西瑶，你的玄水凝血诀需尽快突破第2层，
是西瑶定不负圣尊期望，努力修行。小月也会努力。女娲未能立刻成圣，好，太好了，这证明了我的抗争是有效的，命运并非不可更改，我必须更快、更强，在他稳固境界或者找到其他方法弥补缺陷，再次将目光投向我之前，必须突破到准圣境界，唯有拥有足够的力量，才能彻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北海玄龟，楚风，不错的根脚，坚韧的心性，躲在暗无天日的海底，默默修炼，所求为何？长生、逍遥，还是力量？加入本座麾下吧。龙汉初劫将起，正是无魔道大兴之际，待本座诛灭祖龙、元凤、史麒麟，以杀正道，立无上魔国，你便是万魔之尊，享无边权势，得无上魔力，岂不比在此枯坐强过万倍？罗侯，魔祖罗侯，他竟然也注意到我了。这股气息充满了堕落与毁灭，比祖龙的霸道更让人心悸。以杀正道，魔道大兴，说得动听，不过是亮节的棋子，天道之下的挣扎罢了。最终下场凄惨无比，我若信了他，才是自取灭亡。不过他的意念竟然能渗透到我闭关核心的边缘，好可怕的手段，必须立刻驱逐。魔祖罗侯，楚风伏魔，承受不起魔道尊位，此生唯愿在此清修，不染因果，不涉纷争。竟能抵挡本座，他化自在天魔影。你这乌龟壳倒是比想象中硬些。既然不能为吾所用，那便毁了吧。北海玄龟，本座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冥顽不灵，甘做缩头乌龟，那便连同你这龟壳一并毁去，尝尝本座弑神枪芒的滋味。罗侯，他竟然再次出手，而且这次是含怒一击，威力远胜上次。不能硬接，不，必须接。我的身后就是西瑶和小月，玄黄不灭体，九转护体神光，给我开到极致。我苦修多年，闭关不辍，层层防御叠加，就不信挡不住你这并非本体的一击。挡住，一定要挡住！我的道是狗道，是守护之道，岂能倒在这里？玄黄不灭，万法难侵，九转护体，神魔必异。竟能抵挡至此，这玄黄之气，这护体神光，你这乌龟倒真修得一副好壳。还不够，仅仅是这样还破不开我的防御。玄黄不灭，给我拧！哼，徒劳挣扎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。很好，楚风，本座记住你了。你这龟壳暂且留着，待本座料理了那3条老泥鳅，再来与你计较。挡住了，真的挡住了。虽然消耗巨大，但这证明了我的路没错。苟住，发育，叠最后的甲，挨最毒的打，也能扛过去。成功抵御魔祖罗侯意念攻击，强化坚守闭关之道，获得奖励因果遮蔽术小成。因果遮蔽术可一定程度上遮蔽自身因果线，降低被大能推算感知的概率，闭关时自动运转，效果更佳。因果遮蔽术真是想睡觉就送来枕头。罗侯、红军这些大佬最擅长掐算，有了这个，我就能更安稳的苟下去了。圣尊，您没事吧？圣尊，不妨，小小之辈，已被击退。西瑶，你做得很好，守住了外面。圣尊，您没事就好。西瑶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这丫头倒是真心实意，也罢，日后便多照拂她一些。这是圣人威压。红军终于合道成圣了吗？不过这威压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，看来系统和因果遮蔽术效果不错。
检测到天道圣人威压降临，宿主凭借自身能力与系统辅助，成功抵御，道心稳固。奖励大道屏蔽符1。大道屏蔽符一次性消耗品，使用后可在短时间内12时辰极大程度屏蔽自身与外界大道关联，规避天道探查及圣人推算，关键时刻隐匿必备。好东西，这才是真正的底牌，连天道探查都能暂时屏蔽。红军河道，紫霄宫一讲快要开始了吧？洪荒真正的波澜要开始了，我必须更快提升。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那就是圣人之威吗？感觉天地都要臣服。好可怕，像要被压碎了，现在好像好了。是啊，突然就减弱了好多。小月，你发现没有？好像就是从圣尊闭关的地方开始，那股压力才变轻的。圣尊，光暖暖的挡住了坏压力。一定是圣尊，就连圣人的威压，圣尊都能为我们挡在外面。圣尊他真是太厉害了，太可靠了。喜欢圣尊，安全。我们要更努力才行，守护好这里，不让任何事打扰到圣尊。小月，我感觉龙宫那边好像不太对劲，这些探子来的频率更高了，像是在谋划着什么。细瑶姐姐，我也感觉到了，水里有不好的味道。圣尊还在紧要关头闭关，绝不能让任何人打扰到他。可是，如果龙族真的不顾一切前来，以我们两个的力量，不怕，细瑶姐姐，我们一起守护圣尊。这个鲛人倒是忠心耿耿，还有那只小棒精，明明那么弱小。楚风，你究竟有何魅力，能让他们如此誓死追随？父王和大哥他们因为女娲圣人失利，通天圣人被阻，反而更加忌惮，认为楚风是龙族掌控北海的巨大变数，甚至可能影响龙族在洪荒的地位。他们似乎快要按捺不住，想要趁楚风可能受伤或消耗过大的时候行险一搏了。怎么办？万一龙族大举来犯，我能挡住吗？圣尊他之前对抗圣人，会不会真的受了伤？正在关键时刻，我要是守不住这里，害得圣尊被打扰，甚至我万死难赎其罪。西瑶，圣尊，您醒了，是出关了吗？并非出关，只是感知到你心绪不宁，灵力波动紊乱，如此状态于修行不利，易一生心魔。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圣尊明鉴，都怪西瑶没用，定是心中的惶恐惊扰了您清修。龙宫近日窥探愈发频繁，我观其动向，不似往常小打小闹，恐怕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。我担心他们会不顾一切前来冲击屏障，打扰您闭关。都怪西瑶实力低微，不能为您分忧，反而让您为我操心。不必妄自菲薄，西瑶，你已做得很好，守护之心，坚定之志，比许多空有修为之辈更为可贵。圣尊，龙族之事我自有计较，不过是跳梁小丑，见风使舵，见利忘义罢了。他们若真以为可趁之机已到，那便大错特错，你无需为此挂怀，徒增烦恼。可是圣尊，万一他们真的来了很多人，很强的人，若遇真正危险，我自会知晓。这闭关之地，并非你一人在守护，你且安心修炼，稳固心神即可。记住，无论外界如何风雨飘摇，只要我还在，这北海极渊便是你最坚实的壁垒。是。西瑶明白了，定不负圣尊期望，努力修炼，手持本心。善，你玄水凝心诀已至瓶颈，心绪浮躁则难有寸进。此刻当静心凝神，引北海之浩瀚，润自身之灵台，外界纷扰暂且放下。是，谨遵圣尊教诲。这丫头心思纯净，执念也深，倒是块可造之材。龙族，若真不识抬举，待我出关之后，这北海也该换个真正的主人做做了。小月有动静，很多很乱的气息。哼，楚风，你这缩头乌龟，本太子看你这破屏障能撑到几时？今天就给你送份大礼。太子殿下英明，这些没脑子的畜生，皮糙肉厚，力大无穷。出来攻阵最好时候，就算撞不破那乌龟壳，也能把那个小鲛人和棒精踩成肉泥，看那楚风还能不能安心当他的缩头乌龟。
没错，给本太子使劲驱赶，让他们全都撞上去。本太子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头硬，还是那楚风的壳硬。不好，是狂暴海兽，数量太多了。小月，快到我身后来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停下来。夕瑶姐姐，让我试试。小月，你。怎么回事？那群畜生怎么了？那只该死的蚌精做了什么？殿下，好像是那只蚌精的肾气能安抚心神。废物！你不是说这些畜生没脑子，只会横冲直撞吗？怎么会被肾气安抚？给我驱赶，继续驱赶，用鞭子抽，用法术刺激，让他们继续冲。小月，你太棒了，你竟然能安抚他们。我的肾气本来主要是制造幻象、迷惑，但也可以让他们看到平静的景象，忘记愤怒。小月，你专心安抚，侧面交给我。你们两个贱婢，给本太子等着，这事没完，我们走。小月，这次真的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今天就危险了。你没事吧？消耗大不大？还好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他们竟然用这种手段，真是太卑鄙了。不过小月，你的天赋真的很厉害，以后我们配合，一定能更好的守护圣尊。这蚌精天赋果然非凡，这手安抚心神的肾气用得恰到好处，就能化解这等蛮横的攻势。西瑶临危不乱，攻防有度，成长意识迅速。敖青，北海龙宫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，真当我楚风没有脾气吗？待我此次闭关结束，是时候该清算一下，让你们彻底认清谁才是这北海真正的主人了。大罗金仙圆满之境已是触手可及，元神通明，法力浩荡，只差那最后的临门一脚，便可窥见混元金仙的门槛玄奥。西瑶，圣尊，是您吗？您结束闭关了？上位，只是修行暂歇，神游物外，恰好见你在用功。寒煞与水灵融合，比之前娴熟了不少，看来未曾懈怠。圣尊过誉了，西瑶愚钝，只能勤加练习，生怕辜负了您的期望和赐予的功法。只是越是修炼，越觉得圣尊传下的玄水凝心诀博大精深，西瑶所能领悟的恐怕不及1/1000。大道至简，易至繁，循序渐进即可，不必妄自菲薄。你根基扎实，心性纯良，此乃优势。记住，水无常形，却可穿石；冰虽至坚，亦源于柔。你之道路在于找到刚柔之间的平衡点，而非强行驾驭。刚柔之间的平衡点。多谢圣尊指点，西瑶好像明白一点了。你与小月相伴，一静一动，一主一辅，倒也相得益彰。他之肾气与你凝神静心，感悟水源变幻，颇有助益。小月她帮了我很多，有她在身边，我感觉修炼时心神都宁静了许多。善，修行之路漫长孤寂，有同道相伴已是机缘。你二人继续吧，莫要因我之过而中断。恭送圣尊，西瑶定当努力，不负圣恩。圣尊他又传音指点我了呢。虽然他总是说闭关要紧，参悟大道才是根本，可他一直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一直都在关注着我。我今天是不是表现得太激动了？会不会让圣尊觉得我不够稳重？不行，西瑶，你要更努力，变得更强才行，不能再总是依赖圣尊的庇护，要成为能真正帮到他的助力，而不是拖累。这丫头心思倒是单纯剔透，执念也纯粹，在这杀戮丛生、算计重重的洪荒世界，能保有如此赤子之心，实属难得。罢了，他既诚心追随，不畏艰险，不离不弃，这份情谊，我楚风日后必不负他。待此间事了，风云稍定，或许也该给他们一个更安稳的归宿了。紫霄宫讲道，乃洪荒盛世，然那北海深渊下的楚风，始终是我龙族心腹大患。此番前往听道，若留他在此，恐生变故。陛下，不如趁此机会集结重兵，一举攻破那龟壳。老夫不信他能挡住我龙族倾族之力。父王不可，那楚风深不可测，连祖龙陛下都未能强逼其就范。若贸然开战，即便胜了，我龙族也必损失惨重。届时如何在洪荒立足？希儿所言有理，但放任不管，实难安心。传令下去，加派3倍暗哨，12时辰监视深渊动静，另命敖青率一队精锐在外围布下9曲弱水阵，以防其突然发难。父王，不必多言，此番讲道，你随本王同去。那楚风，
待我等从紫霄宫归来，再做计较。紫霄宫讲道，若能聆听圣人讲道，想必对修行大有裨益。不过，能追随圣尊已是西瑶最大的机缘。圣尊传我的功法，不比任何大道差呢。红军开讲，龙族还想趁机搞小动作，真是贼心不死。不过，正好给了我清静。检测到重大洪荒事件，紫霄宫首奖，宿主坚守闭关之道，不为外物所动，道心坚定。奖励完整版九转玄功。完整版九转玄功，盘古大神以立正道之根本法门，肉身成圣法，非大气运、大毅力、大根脚者不可修，内含九转，直指混元无极、大罗金仙。注：系统优化版，修炼难度降低30%，适配玄龟根脚。完整版九转玄功，立之大道的根本法，这可是比红军斩三尸之道更契合我玄龟肉身的路子。大兄，为何停留？莫非此地有何异常？咦，奇怪，明明感觉这下边有点什么东西，气息浑厚的紧，怎么神念扫过去又像是空无一物，只有一片自然水源与大地之气。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此处水源与地脉交融，自然和谐，看似寻常，然过犹不及。这般完美无瑕的自然，反倒显得刻意了。潜藏于此的那位道友，修为心境皆是不凡。兄长，我方才心中莫名一动，似觉此地有物与我有缘，关乎一场未来的大功德。但此刻细细感应，那天机却又缥缈难寻，因果纠缠，晦涩不明。怪哉，天机在此处竟是一片混沌，仿佛有人以莫大法力强行搅乱了与此地相关的所有因果线。这等手段，闻所未闻。藏头露尾，非正道所为。既然在此潜修，为何不敢显露真容？莫非是做了什么见不得光之事？二兄何必动气？我看这位道友倒是个妙人，这般隐匿手段，连我等都能瞒过，了不得。若非紫霄宫讲道要紧，定要下去与他论道一番，看看是何等人物。机缘未至，强求无益，既是避世清修之事，我等也不必打扰。走吧，莫误了道祖讲道。刚才过去的是些什么存在？好可怕的气息，他们好像注意到了这里。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打扰圣尊闭关。小月，我们要更加警惕才行。三情到底是三情，尤其是老三，感知确实敏锐。不过我的因果遮蔽术加上系统屏障，看来效果拔绝。女娲那一眼，她似乎已经有了一丝模糊的感应，不愧是未来天道钦定的圣人。讲到圣人是一个即将来临，留给我的时间确实不多了，必须更快。风暴彻底降临前，拥有足以撼动命运的力量。玄水为引，凝心守一，凝。圣尊赐予的机缘，西瑶绝不会浪费。外面的道音再诱人，也不及守护在圣尊身边，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路。高卧九重云，鸾了道真，天地玄黄外，吾当掌教尊。吾乃红军，今以正道成圣，感众生修行不易，将于33天外紫霄宫开讲混元大道，有缘者皆可来听。红军之道确实有其独到之处，阐述的是天道规则，秩序井然。不过与我追求的以立正道，以力破万法之路，终究是殊途。心性确实不错，不为外物所动，道心坚定，在这洪荒世间实属难得。还是不行，这北冥寒煞太过霸道，与我的本源水力融合总是差一点。水性至柔，寒煞至刚，强求融合，自然事倍功半。何不尝试以水为引，以寒为风，柔韧包裹灵力，方是持久之道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圣尊指点。修行之道，张弛有度，过刚易折，过柔则迷。守护之心固然重要，亦须懂得圆融变通。圣尊，
哼，便是这龟壳阻我龙宫威严，区区鲛人也敢挡路。敖青侄儿，你且看三叔今日如何破了这障眼法。此地乃圣尊清修之所，不容打扰，请诸位速速离去。小贱人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三叔不必跟他废话，先拿下他，再砸了这乌龟壳。当车给本长老碎！找死！真当我不会杀人吗？正好拿你们试试这九转玄功的威力。三叔，发生了什么？是圣尊，圣尊出手了。滚！再敢踏足此地，杀无赦！圣尊，他好像更强了，那种力量仿佛能粉碎一切。他明明在闭关，却还能如此保护我。伤势如何？谢圣尊关心，只是轻伤，调息片刻便好。今日多谢圣尊再次相救。你既诚心追随，我自当护你周全。今日你表现不错，临危不惧，道心坚定。这玄水凝心诀好生参悟，日后未必不能独当一面。是，西瑶定当努力，绝不辜负圣尊期望。圣尊，你也要小心，龙族此番受挫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无妨，土鸡瓦狗罢了，你安心修炼便是。天道昭昭，圣人出世，教化洪荒，梳理乾坤。三清乃盘古元神所化，身具开天功德，可为吾之亲传弟子，当得圣位。谢老师恩典。女娲，而日后有一场大功德要做，关乎洪荒演变，亦可成圣。谢道祖恩典。接引准提，尔等虽根基稍欠，然亦有向道之心，日后另立旁门，亦可成圣，便为吾之记名弟子。谢老师慈悲。原来如此，北海玄龟，楚风，你的存在，你的四族，竟是天道为我准备的成圣基石，完善补天之功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先前感应不清，如今得天机昭示，岂能再容你龟缩于北海之下？待我彻底融合鸿蒙子气，稳固圣境，便是你贡献四族，成全我无上圣道之时。此乃天道大事，顺之者昌。警告！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天道级因果，恶意锁定，锁定源天定圣人女娲。危机解析，目标已通过鸿蒙子气链接天道，凝息自身成圣，关键称天之物及宿主四族，预计在其初步稳固圣人境界后，将携天道大事前来强取。危机等级最高，生存概率测算中，测算失败，电量过多。重复警告，此乃致命危机，请宿主立刻不惜一切代价做好应对准备，生存还是毁灭，在此一举。女娲，天道大事，想要我的腿来给你铺平圣路，那就来吧，看看是你这顺应天道的圣人厉害，还是我这欲以力破法、逆天改命的北海玄龟命更硬。我没事，小月，只是这北冥寒煞太过霸道，想要精细操控真的好难。圣尊在里面一定在修炼更厉害的神通吧？我也不能太没用了。心浮气躁，如何成事？圣尊，北冥寒煞性虽酷烈，然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身为鲛人，天生亲水，何不尝试以自身水灵为引，徐徐图之，而非强行速行？成功了，谢谢圣尊指点。这丫头，我穿越而来，深知洪荒残酷，本打算独善其身，狗到无敌。但西瑶的出现，以及后来那只猛狗的修炼，倒是维持了我在此时的矛盾。警告！检测到洪荒核心支柱不周山发生剧烈能量崩塌，世界稳定性参数急剧下跌，
关联天道秩序链出现断裂征兆，重大剧情节点天清西北已进入爆发倒计时，预计波及范围整个洪荒主位面。关联致命危机女娲来袭，触发概率99.9%，请宿主即刻进入最高战备状态。圣尊，西瑶，西瑶在，即刻起封闭外围所有预警阵法，转为归元模式。你与小月退至巽位交邻，未有我的吩咐，不得踏出半步，亦不可再尝试修炼心法，静心凝神即可。是圣尊。系统预载大道屏蔽符，设定触发条件，圣人及恶意锁定。指令确认，大道屏蔽符已预载至快速激发序列，开始全面自检防御体系。玄黄不灭体状态圆满，9转护体神光状态8转巅峰，北冥寒煞已融合，因果遮蔽术持续运转，闭关屏障能量供给100%，所有子系统运行正常。五天功德，我的四族女娲，你想借我之躯成全你的圣人功德，却不知我楚风的命早已不是天道所能轻易摆布。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。北海玄龟，楚风，不周山倾，天穹破裂，洪荒罹难，万灵泣血。此乃天地大劫，亦是无量功德之基。尔之四族秉玄黄厚重之气，运成天接地之能，何该应此天命，成就称天壮举？责备苍生，此乃汝之宿命，亦是汝之荣耀。牺牲圣尊，成全所谓的大局，凭什么？不可以，圣尊他不会同意的，请您离开。蝼蚁之辈，也配妄议天命？西瑶姐姐，不知死活。女娲，圣人驾临，有失远迎，只是在我门前伤我的人，女娲道友是否该给楚某一个说法？说法逆天而行，便是取死之道。吾为即刻将此二物形神俱灭，以示慈悲。好一个慈悲！那不知圣人所谓的顺天，便是强取他人道体，成就自身功德。这与我认知中的道似乎有所不同。汝之四族乃应劫而生，何该为称天之物？此乃天道循环，因果定数。楚风莫要自误，现出四族，吾可与你真灵入轮回。他日或有机会重登仙道，若再执迷不悟，便让这北海极渊与你一同化作混沌尘埃。看来是没得谈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让楚某领教一下圣人的手段是否配得上这天命二字。冥顽不灵。九转护体，神光第一。北冥寒煞冻结虚空，地质大道加持我身。给我停下！竟然挡住了！北冥归来，玄黄逆转。圣人一击，楚某接下了，现在是我的主场。女娲圣人，楚某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圣人解惑。圣人口口声声天命定数，言我之四族，何该为称天之物？楚某愚钝，敢问圣人，这天命是谁定的天？天道至公，运转有序，万物皆有定数，此乃大道真理，何须多问？至公有序，那为何这不周山岛天清西北的定数之劫，需要牺牲我这个与此劫毫无因果牵连的北海玄龟来弥补？这公在何处？这序又在何方？还是说，这所谓的天命不过是圣人你，或者说是天道为了以最小代价平息劫难而强行施加在我身上的宿命？因为牺牲我代价最小，而收益那海量的补天功德却最大，我说的可对？放肆！安敢妄测天心，诋毁天道？是我妄测，还是圣人你心虚？你以圣人位格，行强取豪夺之事，却偏要披上天命大义的华美外衣，让我献出苦苦修持、赖以存身的道体，却只轻飘飘许我一个真灵入轮回的恩赐。这与你口中那弱肉强食的魔道有何本质区别？不过是你更强，所以你的道侣就成了天命。汝懂什么？
补天救世，功德无量，拯救的是洪荒亿万万生灵，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，此乃无上慈悲。好一个无上慈悲！那请问圣人，他们的命是不是这亿万万生灵之一？你方才抬手便要打杀他们时，你的慈悲又在何处？他们阻拦圣驾，冒犯天威，自取灭亡。好一个冒犯天威，好一个自取灭亡！原来在圣人眼中，维护自身、守护亲近之人，便是冒犯天威，便该死。而你要夺我道体，毁我道途，反而是顺应天命，是无上慈悲。女娲，收起你这套虚伪的说辞吧。你的道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是权衡利弊后的牺牲。你从未将我等视为与你平等的生灵，在你眼中，我们只是你成就圣道、梳理天地的工具或者材料。你胡说！我是否胡说，圣人心中自知。你想借我之躯成全你的功德圣道，可以，那就拿出真本事来，破开我这龟壳，堂堂正正的取走，何必摆出这副悲天悯人、替天行道的姿态，令人作呕？我的命，我的道，由我不由天，更不由你。想要我的四足，那就来战！楚风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乾坤倒转，法则重塑。圣尊，系统最大功率维持屏障，因果遮蔽术，全力干扰红绣球锁定。指令确认，能量输出最大化，因果干扰立场开启。玄黄为基，承载洪荒，九转无极，万法不侵。悲鸣堆葬，云封因果，力贯九霄，唯我独尊。山河设计图镇压不下，红绣球竟然无功而返，这玄龟的防御竟真的强到了如此地步，他不仅挡住了，甚至还能反击。好一个北海玄龟！武道要看看你这龟壳能硬到几时。圣人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来，楚某奉陪到底。以无圣血祭告苍穹，演化造化，重塑乾坤。圣尊，就是现在，玄黄反速，九转逆冲。你竟敢伤我圣体！怎么，圣人不是至高无上，不是代天行道吗？原来圣人的血也是红色的，也会因为被蝼蚁所伤而感到惊讶和疼痛。楚风，你莫要得意，方才不过是我低估了你这龟壳的反噬之力，圣人之威，岂是你能揣度？揣度？我需要揣度吗？圣人刚才那一下，又是圣血祭祀，又是造化神光偷袭，手段尽出，不也没能拿下我这只缩头乌龟吗？还是说，圣人除了倚仗所谓的天命和境界压人，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无所不能？狂妄！吾乃天定圣人，执掌造化，梳理乾坤，汝不过一北海潜修之辈，安知天道浩渺，圣心如渊？天道浩渺，圣心如渊。那我问你，女娲，你口口声声为了洪荒万灵，为了补天救世，那你告诉我，被你斩杀的那只替代我的玄龟，它是不是洪荒万灵之一？他的命，他的道，在你所谓的慈悲和大义面前算什么？他的哀嚎，你可曾听见？他的绝望，你可曾在意？你看，你回答不了，因为在你的算计里，它只是代价，是次品，是你可以为了弥补因我而产生的意外而随意牺牲的另一个存在。你的功德，你的圣道，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掠夺和牺牲之上。你与我争论大道，争论对错，可你连最基本的生命都无法平等视之。你的道从一开始就歪了。住口！你休要在此妖言惑众，乱我道心。乱你道心，是你的道心本来就不稳，你靠功德成圣，而非自身彻悟，所以你才如此执着于完美的补天功德，如此急于拿下我的四足，因为你怕功德有缺，圣机不稳，怕自己的圣人之位做得不踏实。你胡说！哈哈哈，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女娲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狼狈、愤怒，甚至有点可怜，被一个你看不起的蝼蚁逼到这一步，感觉如何？楚风，
本座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真灵贬入九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那就再来试试，看看是你先把我碎尸万段，还是我这洪荒第一龟壳先把你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人震得道心破碎，圣血淌干，玄黄反溯，九转逆冲，给我回去！我的圣血，你圣人的血味道如何？是不是也没那么神圣？我女娲，未来的天道圣人，竟然在一个准圣都不是的北海玄龟面前吃了如此大亏，流了圣血，甚至道心都产生了动摇。不行，不能再继续留下来，否则只会丢尽颜面。楚风，今日之辱，无铭记于心，待吾补天功成，圣道稳固，定要你形神俱灭。因为不可一世携天道大事而来的女娲圣人，竟然被打跑了，被圣尊硬生生骂跑了，还被打伤了。圣尊，我们赢了，您太厉害了。赢了这一阵而已，他不会上不修的，而且他这一走，必定会去找帮手。那怎么办？无妨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们做得很好，先去休息，恢复伤势，我也需要调息一番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小月，别怕，我会帮你疗伤的。圣尊，无碍，举手之劳。幸好你伤势也不轻，莫要只顾着小月。是，圣尊。方才面对圣人，你害怕吗？怕，但是更怕圣尊您出事。只要能守护圣尊，西瑶什么都不怕。你们的忠心我知晓了，待此次风波过后，我传你们更高深的法门，助你们提升修为。谢圣尊。此疗不除，吾道难安。空天道友，那北海玄龟楚风不仅背逆天命，阻挠补天大业，更仗着邪门防御，辱及圣人，毁我道心。此疗不除，洪荒难宁。还请道友出手，以诛仙剑阵之威，破其龟壳，正天道，扬圣威。哦，连女娲道友你都奈何不得，还被他所伤，有意思。贫道对这北海玄龟是越来越好奇了。也罢，贫道便走上一遭，看看是他的壳硬，还是贫道的诛仙剑力。来了！警告，检测到极高强度毁灭法则凝聚，目标锁定诛仙剑阵，投影，威胁等级极高。西瑶、小月，收敛心神，紧守灵台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楚风道友，贫道通天，受女娲道友所托，前来领教道友神通。通天道友，道友乃盘古正宗，逍遥世外，何苦来淌这浑水？女娲与我的因果，乃她强取豪夺在先，道友不明就里，便要出手吗？是非对错，贫道懒得理会。贫道只知女娲道友严你防御无双，连她也难以攻破，更是出言不逊，辱及圣人。贫道一生唯好剑道，今日前来，只为一试道友这洪荒第一龟壳是否名副其实，看看能否挡得住我这诛仙剑阵之风。既然如此，那楚某也只能舍命陪君子了。只是刀剑无眼，若有不慎，伤了道友颜面，还望海涵。好，痛快，那就让贫道看看你的本事是否和你的嘴一样硬。玄黄不灭，九转护体，北冥归藏，力之加持。看，系统分析剑光能量构成，寻找最优防御节点，准备启动大道屏蔽符。分析中，目标能量结构极度凝练，蕴含高等毁灭法则，常规能量中和，效率低于10%。推荐方案：以点破面，集中防御，引导偏转，大道屏蔽符待命。圣尊，竟然挡住了！虽然只是随手一击，但你这龟壳果然名不虚传。可惜，只是挡住一击，还远远不够。楚风道友，贫道这诛仙剑阵4剑齐出，方可展现真正威力。下一击，贫道不会再留手了。等等，通天道友，你为试剑而来，楚某理解，但请容我片刻，安置好这2个小家伙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可别怕。圣尊，不要，我们要和您在一起。听话，好好活着。通天道友，请。好，有担当，贫道便给你一个痛快。道友得罪了，此乃天道大事，亦是贫道剑道所向，请接我诛仙剑阵。不。
来吧，就让我看看是盘古帆所化的诛仙剑力，还是我这龟壳硬。玄黄为盾，不灭为基，九转无极，护我真灵。北冥龟藏，纳尽万法，力之大道加持我身。系统，所有能量全部注入防御。指令确认，能量超载输出，所有防御模块过载运行。警告，屏障耐久度急剧下降，80%、60%。挡住了，圣尊挡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贫道以诛仙剑阵全力一击，竟真的被挡住了。此等防御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洪荒之中，何人能应接诛仙剑阵而不死？即便是投影，也绝非准胜可挡。楚风，圣尊，他撑住了，他真的挡住了。圣尊，没事，太好了。楚风道友，是贫道输了。通天道友，何出此言？与我这不还没分出生死吗？你的诛仙剑阵果然名不虚传，差点真把我这乌龟壳给劈开了。不必逞强，亦不必过谦。贫道此来，一为受女娲所托，破你防御；二为印证自身剑道，是你锋芒。如今贫道已动用诛仙剑阵投影之力，虽非本体亲临，阵图全开，但此一击混元圣人之下，自信无人可挡。然道友你不仅挡住了，更在最后关头以重伤之躯引动本源，施展出那玄奥的反阵之法，连贫道的剑意都为之溃散。此等手段，此等韧性，贫道心服口服。再战下去，除非贫道本体携完整诛仙剑阵降临，与你做那不死不休之争。况且道友于生死关头，仍不忘耗费心力庇护追随者，此等担当气度，贫道佩服。今日贫道通天以手中之剑，以诛仙剑阵为证，楚风道友之防御神通，混元圣人之下，堪称冠绝洪荒，无人能出其右。此非虚言，乃贫道亲身体验。贫道服了。听到了吗，小月？通天圣人，他亲口承认了，圣尊是圣人之下防御第一，洪荒公认的第一。圣尊最厉害。通天道友谬赞了，楚某不过是仗着几分先天根脚，以及一点怕死的韧性，苟活于世罢了。若论杀伐攻取，通天彻地之能，道友之剑道方是洪荒顶尖，他日必能更上一层楼，窥得无上大道。哈哈哈哈！道友不必过谦，你这怕死的韧性，可是让贫道这不怕死的杀伐都铩羽而归了。今日一战，虽未尽全功，未能破你之盾，却也让贫道见识了何为守之极致，何为绝对防御。于吾之攻伐剑道，亦是触类旁通，大有启发。此乃贫道一缕清平剑气本源，虽助杀伐，然物极必反，内蕴无限生机，可助道友稳固伤势，修复道基。此番因果，贫道记下。女娲道友那边，贫道自会如实相告。此间事已非他能强求。多谢道友赠剑疗伤之恩，此情楚风亦记下了。不必言谢，他日有暇，贫道或许再来叨扰，与道友坐而论道。告辞。成功抵御诛仙剑阵投影攻击，并得到圣人通天亲口认可，威名震慑洪荒，获得奖励阵法本源感悟。阵法本源感悟大幅提升宿主对阵法的理解与感悟能力，可解析、推演、优化乃至自创阵法，对防御类阵法效果尤佳。注：可结合现有闭关屏障及先天定制领悟力，进行全方位升级强化。阵法本源感悟，好东西，正好用来修复和加强我这被差点打碎的乌龟壳。经此一战，我这屏障当可再上一层楼。通天此人霸道是霸道了些，但直来直去，倒也光明磊落，是个可交之辈。通天竟然也失败了，还亲口承认那楚风防御冠绝洪荒，废物，都是废物！补天之事不能再拖了，楚风，此事绝不会就此罢休，待吾成圣，定要你付出代价。既然取不得你的四足，便用你这同族替代吧。虽是次品，功德大减，但也足以支撑天地，助吾踏出那一步。以尔之躯撑天之缺，功德无量，去吧。楚风，都是因为你，害我功德有缺，圣机不稳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功德有缺，根基不稳，终是落了下地。投机取巧，非是正道。果然还是用了替代品，看来是被楚风道友刺激的不轻。
那北海玄龟竟真能挡住通天的诛仙剑阵，连女娲都奈何他不得，被迫用了次品。此子了不得，变数，真正的变数，洪荒格局或将因他而变。阿弥陀佛，女娲圣人功德有缺，可惜那楚风竟有如此神通。师兄，此子与我西方有缘啊，若能渡来我西方，何愁大兴不成？太医，洪荒竟出了如此人物，连错女娲、通天两位未来圣人，其事已成，不可轻易为敌。大哥何必长他人之气？防御强又如何？我东皇宗攻防一体，未必破不开他的龟壳。哈哈哈，好个北海玄龟，能让那两个虚伪的圣人吃瘪，痛快。可惜不是俺撞的他，不然定要和他喝上一杯。完了，连圣人都奈何他不得。我龙族当初为何要去招惹他？楚风，听说了吗？北海那位玄龟大能，应接诛仙剑阵而不死。通天圣人亲口称赞其防御冠绝洪荒。何止，连女娲圣人想用他冲天都没成功，被迫用了替代品，功德都少了一半。楚风圣尊，这才是真正的隐世大能，不求圣位，不沾因果，但连圣人都拿他没办法。圣尊，您真的做到了，连圣人都……不过是侥幸撑住了而已。若非通天道友最后留守，并赠我剑气疗伤，后果难料。不在西瑶心里，圣尊就是最厉害的。圣尊，现在整个洪荒都在传颂您的威名呢。虚名而已，不过是树大招风。经此一事，盯上我这里的存在只会更多更强。那……所以我们更不能松懈。西瑶，你守护之心可嘉，但修为仍需提升。小月，你的肾气天赋独特，亦有成长空间。这是我根据你们各自特点，结合此次所得，为你们推演优化的后续功法。潜心修炼，未来方可真正为我臂助。谢圣尊恩赐，定不负圣尊期望。女娲虽暂时退却，但仇恨已结。通天看似友好，亦不知深浅。其他圣人大能，想必也已将我记挂。洪荒这潭水是越来越深了。检测到宿主威名显著提升，洪荒影响力扩大，触发隐藏成就，灵动洪荒。出阶获得成就奖励，气运加持，小幅先天禁制领悟力提升。名气大了也不全是坏事，至少能汇聚一丝气运。当务之急是借助这阵法本源感悟和先天禁制领悟力，将我这闭关之地打造成真正的洪荒第一乌龟壳。任他外界风浪起，我自岿然不动，默默发育。小月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好像整个天地都在哭泣。啊，外面好可怕，像要碎了。不是像，是已经开始碎了。巫妖亮劫，最终之战已于不周山旧址爆发。不周山，那个支撑天地的擎天之柱，它真的倒了。巫妖亮劫，这缠绕洪荒无数元会的因果。其最终之战已于不周山旧址爆发，天地倾覆，自此而始。圣尊，那我们这里会受到影响吗？这北海会不会也……劫气弥漫，覆盖整个洪荒主位面，无远弗届，此地自然无法完全置身事外。不过，只要我这屏障还在，只要我楚风还坐镇于此，即便是亮劫核心的毁灭风暴，也休想轻易波及至此。你二人既然心绪难平，无法静修，那便随我一同亲眼见证这旧时代的终焉，这洪荒天地最为惨烈的一幕吧。见证，不错，也好让你们知晓何为天道无情，何为大势所趋，何为在绝对的力量与结束面前，生命的脆弱与渺小。这对你们未来的道心未必不是一种锤炼。天罡36法，洞察诸天，观变寰宇，隔元洞见开。这便是亮劫吗？太惨烈了，死了好多。命运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帝俊、太一，尔等雄踞天庭无数元会，终究难逃此劫。可惜可叹。然而亮劫亦是机缘重塑之时，尔等半生之宝蕴含开天奥秘，混沌至理若随尔等湮灭，或是落入某些存在的算计之中，未免暴殄天物。河图洛书，推演天道，布局万物，此等至宝正合我参悟天机、稳固自身之道。尤其是洛书，灵性十足，
或可先行一步。稳住阵型，精力汇聚中宫，河图洛书，给朕推演出生路。李俊，太爷，妖族，恨呐！时机已至，灵宝有灵，自寻生路，何该入我构中？地煞72说，那须宁于祭祀，日月于湖中，袖里乾坤。圣尊，您就这样隔了亿万里，把天帝的洛书拿回来了？非是拿，是他自行来投。我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归宿罢了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洛书已至，混沌中亦不远矣。兄长，天庭二郎，今日没死而已，随我杀！太爷，拿命来！若非太爷在那死，今日撞碎你这破钟的还是我。天道何其不公！吾兄弟俊，吾之妖族，恨！混沌中，我妖族一线传承不断。来了，真正的硬骨头。袖里乾坤，吞天纳地，玄黄为引，震。好，不愧是混沌中，但今日你注定要入我手中。系统辅助解析能量结构，加持神通威力。指令确认，能量输出最大化，神通结构优化，解析目标抗拒波频，解析完成。建议以力之大道强行镇压，辅以玄黄武器安抚。力之大道破灭万法，玄黄武器包容万物，给我收！混沌中，开天三宝之一，执掌时空，镇压鸿蒙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即便太一已死，其内蕴的盘古烙印与开天功德，也使得炼化它难如登天。果然如此，若无特殊法门，想要初步炼化，恐怕都需要数个元会的水磨功夫。而亮劫之后，圣人时代正式来临，变数增多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磨。检测到宿主于巫妖亮劫最终阶段，成功夺取天道关键先天至宝混沌钟、东皇钟、河图洛书，符合逆转宿命，攫取机缘核心主线，获得超级豪华奖励。混沌钟初步炼化法。混沌钟初步炼化法源自不可知之处的特殊戒炼秘术，内涵：一、混沌共鸣诀，独特口诀，可与钟内盘古烙印及开天功德产生初步共鸣，降低排斥；二、核心静置解析图，清晰标注前3层核心静置的结构与关窍，直达核心；三、时空烙印术，辅助在静置中打下自身神识烙印的秘法，使用此法可大幅缩短初步炼化时间，预估缩短99%，迅速掌握混沌钟基础威能，钟声震域、混沌护体、时空禁锢等，注完全炼化36层静置，仍需对应修为，至少混元大罗金仙及莫大机缘。好，系统，你果然从未让我失望。由此法门，混沌钟入手，我便真正有了在圣人面前周旋，甚至反击的底气。西瑶、小月，在，圣尊。我需立刻闭关，全力炼化此钟，期间不容有任何闪失。你二人为我护法。同时，可借此地因至宝降临而愈发浓郁的道运与灵气修行，特别是西瑶，你可尝试感悟洛书散逸的星辉水韵，对你玄水凝心诀当有裨益。是，西瑶明白，定不负圣尊所托。守护圣尊。小月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圣尊周身的气息越来越玄奥了，那口钟好像活过来一样。钟
再呼吸，和圣尊一起呼吸，好可怕又好温暖。这就是先天至宝吗？光是散逸的一丝气息，就让我对玄水凝心诀有了新的感悟。洛书散发的星辉也似乎变得更加温顺了。以无之名，玄黄为引，混沌为基，时空为正，神识烙印，成。天啊，这钟声，整个北海好像都被安抚了。好听，舒服，海水在唱歌。恭喜宿主成功初步炼化混沌钟，核心进至1到3层，正式成为混沌钟新任主人。初级，掌握基础权柄，钟声震域，可小范围，目前覆盖北海，平定地水火风，稳固空间，镇压灵气，万法不侵。混沌护体被动提升自身及关联防御，如闭关屏障，强度蕴含混沌特性，可消磨同化大多数攻击能量。时空禁锢。雏形可初步引动钟内时空法则，对极小范围目标进行短暂时空凝滞，需大量法力支撑。宿主综合实力评估大幅提升，防御体系晋升至混沌玄黄不灭壁垒。哈哈哈，好，混沌钟在手，这洪荒天地才算真正有了我楚风的一席之地。从此天高海阔，任我纵横。女娲、通天乃至其他高卧9重云之上的圣人，如今我方有足够的底气与尔等好好论一论这大道，辨一辨这是非。两个小丫头看呆了。圣尊，您这钟刚才整个北海都太厉害了，这简直就是再造乾坤的手段。圣尊棒，钟厉害，安全。不必惊慌，此乃混沌钟认主，其力反哺天地所致。钟声震域，可平复地水火风，稳固一方乾坤。从今日起，这北海便是无之道场，稳如混沌，固若玄黄。但凡在此界之内，皆受无之庇护。永远追随圣尊。西瑶谨记，能追随圣尊是西瑶勇士之幸。北海为基，玄黄为盾，混沌钟为矛。我的道终于要真正起航了。红军、诸圣，还有那冥冥中的天道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混沌钟虽已初步认主，但要如臂指使，尚需水磨功夫。女娲此番退去，必不会甘休。下次再来，恐非一人，须得更强的力量，更稳固的根基。圣尊，屏障外有一道人求见，自称伏羲，说是女娲圣人之兄。伏羲，他竟会主动寻来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西瑶，请他进来，态度需恭敬。是，圣尊。伏羲，见过楚风道友。道友于北海力抗甚威，应接诛仙剑影，更得太清师兄赠丹，威名已传遍洪荒。今日一见，方知圣明之下无虚事。伏羲道友过誉了，不知道友此番前来所为何事？若是为令妹之事，道友多虑了，舍妹行事过于执拗天命。伏羲虽为兄长，亦难劝阻。我此来与他无关，乃是为自身之道，亦是为那出身于天地、步履维艰的人族。哦，愿闻其详。不瞒道友，我今日推演天机，洞察人族虽出身孱弱，然其灵性暗藏，气运汇聚，引陈潜龙在渊之势。女娲造人而成圣，却因其功德有缺，圣机不稳，加之心思并不在此，故而对人族疏于引导，任其自生自灭。道友的意思是，人族缺一精神依归，缺一能凝聚其信念、引导其气运的象征。女娲以见识人心，而道友你实力超绝，不属天道诸圣序列，根基深厚。更难得的是，我观道友气息，似乎对那冥冥中的人道气运已有感应。道友慧眼，确有所感，只是不知该如何着手。立教如三清，西方二位一般。立教乃天道圣人之路，束缚颇多，且已瓜分殆尽。道友之路当更超脱，何不化身图腾？图腾正是，非立教收徒，而是以一象征、一印记，隔空映照于亿万人族心头，不索取，不强求，只予庇护。引其自强，人族信念自然汇聚，气运自发来头。届时人道气运加深，道友之道基将更为稳固，对抗诸圣亦更有底气。好一个图腾，好一个隐愿。伏羲道友，此言如拨云见日，令楚某茅塞顿开。道友答应了。此事于我有利，于人族有益，更能让某些人如鲠在喉，我何乐而不为？这图腾，我立了。既然决定立此图腾，便须做得堂堂正正，让洪荒众生，尤其是那几位都看见。烦请道友以先天八卦之术，助我将图腾烙印传遍人族心海。正当如此，道友请放手施为。伏羲愿以先天八卦之术，助道友将图腾烙印于亿万人族心海。
是天降祥瑞吗？您真的愿意庇护我们这些弱小生灵？吾乃北海玄龟楚风，感尔等人族生于天地，步履维艰，愿以此身为图腾，振尔等气运，护尔等安宁。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祭祀、供奉？无需祭祀，不求供奉，无立此图腾，只愿尔等信念汇聚，化作人族前行之力。信我者可得玄黄庇护，驱邪避凶；念我者可明心见性，自强不息。真的会有神灵庇佑我们吗？非是神灵，乃是同道。吾与尔等立约，吾之身振尔等气运，以尔等之念壮吾之道，此乃共生共荣之道。此乃大机缘，玄龟圣尊愿以圣躯为尔等图腾，此等雄精洪荒罕见，尔等还在犹豫什么？圣尊慈悲，我族愿奉玄龟图腾。愿奉玄龟图腾，谢圣尊慈悲。这就是人道气运，温暖而磅礴，充满生机与韧性。妙哉，气运自来，此乃人道真意的选择。道友感觉如何？如饮琼浆，如沐春风。我能感觉到修为瓶颈正在松动。楚风，给本座滚出来！女娲圣人去而复返，何故如此大的火气？莫非是上次北海之水未曾饮够，还想再品尝一番？休要逞口舌之力！你窃取本座气运，立那什么狗屁图腾，蛊惑出生人族，此等行径与魔道合意，你真当本座奈何不得你这龟壳吗？窃取，圣人此言差也。你造人成圣，却弃之不顾，任其自生自灭。我见其生存艰难，心生怜悯，立下图腾，予以庇护，不所供奉，不取信仰，只愿其自强不息。何来窃取之说？又何来蛊惑之言？强词夺理！我乃人族圣母，其气运自然归我。你横插一手，便是逆天而行，窃我权柄。圣母，好一个高高在上的圣母！你扪心自问，自你成圣以来，可曾对人族有过半分实质庇佑？如今见我立下图腾，汇聚气运，你便跳出来指责。女娲，你的圣心，莫非只容得下对你有利的天命，却容不下这些活生生的你亲手创造的生灵吗？天道运转，自有其理。人族需经历磨难，方能成长。岂是你这投机取巧之辈所能理解？哈哈哈，好一个磨难成长！圣人真是好算计，用他人的苦难来成全你自己的道理。人族愿奉我图腾，气运自来，此乃人道选择，众生意愿。你若有本事，大可让人族心甘情愿摒弃我这图腾，重新尊你为母，而非在此无能狂怒。楚风，你当真以为本座破不开你这龟壳？圣人若想再试，楚风奉陪到底。只是不知圣人刚刚稳固的圣位是否经得起再次受损？若再如上次般圣血染海，恐怕面子上会更不好看吧。好一个楚风，本座记下了，待来日定与你清算总账。成功震慑圣人女娲，捍卫人道图腾，人道气运认同度大幅提升，汇聚速度增加50%，人道眷顾提升至中级，获得特殊状态圣迹。天道圣人对宿主的忌惮程度提升，主动挑衅概率降低，但潜在敌意增加。圣迹，忌惮才好，唯有让他们忌惮，我才能争得这宝贵的发育时间。人道才刚刚开始。圣尊，女娲圣人此次只怕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且您立下图腾，引动如此大的人道气运，会不会引来其他存在的觊觎？夕瑶，你可知有时候动静闹得足够大，反而更安全啊？为什么？你看这洪荒，如今最顶尖的是哪些存在？除了圣尊您，就是几位未来的天道圣人、三清老爷，还有西方的2位。不错，我立图腾汇聚人道气运，在他们眼中是变数，也是机缘。尤其是三清，他们身负鸿蒙紫气，成圣之机早已注定，只差一个合适的契机。天道在上，吾乃老子盘古元神所化，红军道祖首徒，今感洪荒众生修行不易，人族当兴特立一教，名曰人，以先天至宝太极图镇压人教气运，人教力。这是看，契机来了，人道气运被我引动，天道有感，人族地位得以明确，老子立人教顺理成章，功德圆满。天道在上，吾乃元始天尊，盘古元神所化，今立一教，名曰阐，阐述天道，顺天应人，以先天至宝盘古幡镇压阐教气运，阐教力。阐教顺天而行，倒是符合元始道友的性格。天道在上，吾乃上清通天，盘古元神所化，今立一教，名曰劫，劫取天道一线生机，有教无类，以诛仙剑阵镇压劫教气运，劫教力。三清3位老爷都成圣了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我立图腾，他们立教，他们借了我的事，成就了自身圣位，
这份因果他们心里清楚。所以他们刚刚成圣，成了圣尊的亲，短时间内反而不会也不便来找圣尊的麻烦。聪明，至少在彻底稳固圣境、理清自身教派事务之前，他们不会。更何况他们成就的是天道圣人，受天道约束，而我楚风要走的是混元大罗金仙之路，超脱自在，谁的道路更胜一筹，犹未可知。圣尊，三清老爷都已成圣，如今这洪荒圣位已出其4了吧？4，还差2个。还有2位是西方那。天道在上，吾觉引今共立一教，名曰佛。我若正得无上菩提，不取正觉。设我得佛，我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圣尊，他们这成圣好像很吃力。投机取巧，借贷成圣，发下48道大宏愿，向天道预支功德，看似成了圣位，实则背负了天大因果。未来若不能实现这些宏愿，反噬起来，怕是要圣位不保。比起三清，终究落了下乘，根基虚浮。楚风，你看到了吗？若非你阻我完善补天功德，令我圣机有缺，气运流失，何至于让此等投机之辈也跻身圣位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女娲圣人，此言差矣。西方2位成圣，乃是他们自身的选择与机缘，与楚某何干？至于你圣机有缺，那是你执着于牺牲他人，强夺道体来成全自己的恶果，咎由自取，何必怨天尤人？你，更何况圣人觉得是他们成就圣位丢了你的脸面，还是你自己道心不稳，执着于外物，才更失圣人颜面？圣尊，您这话可真够气人的。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。经此一事，他应该能消停一段时间了。如今6圣归位，洪荒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，而我们正好可以趁着这新时代初临的纷乱，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。圣尊，如今6圣齐出，天地秩序已定，他们若是联起手来……联手？西瑶，你可知这6位圣人此刻正在做什么？西瑶不知。老子正在八景宫中推演天道，元始在玉虚宫内制定教规，通天在碧游宫内挑选门徒，西方2圣在灵山上算计着如何偿还天道债务。圣尊如何得知？因为他们已成局中之人，立教成圣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实则已入天道樊笼，教化众生，争夺气运，维系教统，这些都将成为他们的枷锁。而我选择立图腾而非立教，就是要做这局外之人。他们争他们的天道气运，我们据我们的人道愿力，这两者本就不是一条道。所以圣人之间其实各怀心思。正是，三清理念已然相左，西方2圣自顾不暇。女娲，她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其他圣人会如何看待她这个功德有缺的圣人。立教如立国，既要开疆拓土，又要防范外敌，而我们只需守好这一方净土，静待花开。我明白了，圣尊是要让他们相互制衡，我们则超脱其外。错，待他们明争暗斗之时，便是我正道混元之机。看，混沌中与人道气运正在相互滋养，这条路比我想象的更加顺畅。就让他们先去争个高低吧，待风云激荡时，方知谁才是真正的执起者。大兄，那楚风立下图腾，汇聚人道气运，其事已成，如今更得混沌中在手，长此以往，恐成心腹大患。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楚风之道不在天道之内，强求反损自身道基。二兄何必忧心？我倒觉得这楚风颇有胆识，立图腾而不立教，聚气运而不沾因果，这般手段，便是圣人也未必想得到。三弟此言差矣，此等行径扰乱天机，违背定数，若不加以约束，日后洪荒秩序何在？二弟多虑了。楚风虽得人道眷顾，终究未正混元，眼下亮节初平，我等当以稳固教统为先。大兄说的是，况且那楚风的乌龟壳，连我的诛仙剑阵都奈何不得。真要动手，谁吃亏还说不定。师弟，那楚风汇聚人道气运，我西方却要发下宏愿才能成圣。师兄莫急，楚风此子与我西方有缘，待时机成熟，或可引其归一。即便不成，他那汇聚气运之法也值得借鉴。只怕其他圣人不会做事。三清貌合神离，女娲自顾不暇，这正是我西方的机会。楚风，若非你，本座何至于此？如今连西方那2个投机之辈也敢小觑于我，等着吧，待本座稳固境界，定要你付出代价。圣尊，怎么了？方才诸圣神念在洪荒虚空交错，倒是让我看了一出好戏。什么好戏？三清理念不合已现端倪，西方2圣在打我们的主意。至于女娲，她现在的处境怕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。那我们要不要提前防备？不必，让他们各自算计便是。你记住，在这洪荒之中，最坚固的联盟往往最先破裂，而看似孤立的反而最能稳坐钓鱼台。我明白了，圣尊是要让他们先自乱阵脚。聪明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继续闭关，静待时机。
待我正道混元之时，便是这盘棋局彻底逆转之刻。严叔，你看，我昨晚梦见图腾闪耀，今天照着梦里的样子打磨时髦，感觉顺手多了。这毛巾的弧度妙啊，投掷时定能飞得更稳更远。圣尊果真在指引我们。巫祝大人，今日我们在西山发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果林，说也奇怪，林外的瘴气到了林边就自动散开了，像是有什么在保护我们。是圣尊的庇护，自供奉图腾以来，部落周边的毒蛇猛兽都避退了，连作物长势都好了许多，这都是玄龟圣尊赐予的恩泽。玄龟圣尊在上，感谢您驱散猛兽，指引前路，感谢您赐予智慧，强健体魄。感谢圣尊庇佑。严叔，我刚才好像看见图腾在发光。不是好像，图腾真的在回应我们。圣尊，孩子退热了，感谢圣尊。薪火相传，方成燎原之势。这人道气运越发有趣了。圣尊，您周身的光芒比昨日又明亮了许多。这是亿万人族的信念在反哺。西瑶，你可知道，这些看似微弱的信念汇聚在一起，是何等磅礴的力量？圣尊能感受到他们在想什么吗？能感受到他们的祈愿，他们的感激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一个老猎人在感谢图腾，让他找到了新的狩猎技巧；一个母亲在为孩子的康复而欣喜；一个年轻人在为心仪之人打磨信物。原来圣尊一直都在关注着他们。不仅是关注，他们的每一个进步，每一次突破，都在为人道气运注入新的活力。这是人道气运与我的玄黄不灭体产生的。看好了，每一个光点都是一处人族聚落，他们越是兴旺，这片大地就越是明亮。那里是有熊部落吗？就在刚才，他们又领悟了一种新的耕作之法，这份智慧正在通过图腾传递给其他部落。圣尊，这是无妨，是混沌中在与人道气运相互滋养。看来我选择的这条路比想象中更加契合大道本源。西瑶，你记住，圣人之道并非只有斩三尸、立教统这一条路，以立正道，以德服人，以愿成圣，条条皆可通大道。所以圣尊选择的是？我选择与众生同行，他们助我明道，我助他们超脱，这才是真正的共赢之道。原始认为我扰乱天机，通天觉得我特立独行，西方以为我另有所图，却不知我走的这条路才是真正通往混元大道的捷径。待我以人道正混元之时，便是让尔等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之理。看来道友与这开天至宝越发契合了。如今道友坐拥混沌中，执掌河图洛书，又得人道气运加身，便是圣人也要忌惮3分了。不过是多了几分自保之力罢了。是伏羲道友，你当真决定要舍弃这先天神魔之躯，转世人族？不错，我推演天机，洞察未来，人族当兴，此乃定数。然其发展轨迹却因道友之故，以身变数。我欲转世人族，一则践行我之大道，二则为人族指引前路。道友可曾想过，转世之后记忆蒙尘，修为尽失？若是连这点风险都不敢承担，又何谈追求大道？况且不是还有道友在吗？道友既已决意，楚风自当全力相助，不知需要我做什么。我转世之后，还望道友借图腾之力，在关键时刻给予指引。另外，我离去后，诸圣必然会有动作，女娲暂且不论，西方那2位恐怕不会放过这个时机。准提和接引，他们若敢来，正好让我试试混沌中的威力。倒是元始天尊那边，元始最重规矩，见不得变数。不过有通天在，他暂时不会轻举妄动。老子那边只要不触及人教根本，应当会保持中立。如此说来，眼下反而是个难得的瓶颈期，正好借此时机，好生经营这人道气运。正是，待我转世成功，便以八卦之术推演天道，助人族开启文明之路。届时，人道气运必将再上一个台阶。道友，洪荒这盘棋如今才真正开始，望你我能携手，为人族也为这洪荒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。道友放心前去，北海在此，图腾在此，楚风在此，必不让人族，也不让道友失望。有道友此言，我便安心了。珍重。伏羲入人族，3皇5帝的时代即将开启，诸圣布局，龙族蛰伏，巫妖残部蠢蠢欲动。既然如此，就让这潭水搅得更浑一些吧。待风云际会之时，且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圣尊，您周身的气运似乎比昨日更加凝实了，连海水都在随之共鸣。亿万人族的信念正在汇聚成河。夕阳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每一道信念中都蕴含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海水在唱歌，好多好多声音在说话。圣尊，这是混沌中在示警，我冲击混元在即，气息已无法完全撤离，
那些高高在上的圣人，想必已经察觉到了。圣人会来阻道吗？阻道，他们若来，正好让我试试这混沌中的锋芒。以力正道，终究是逆天而行，这一步踏出，便再无回头之路。圣尊一定能成功的，您庇护了那么多人族，积累了如此多功德。功德？不，西瑶，我走的这条路不靠功德，不借鸿蒙紫气，唯靠自身。人族信念只是引子，真正的根本在于这一身修为，在于这混沌至宝，在于我对大道的领悟。圣尊，好可怕的气息！圣尊，您无妨，这是混元道果即将凝聚的征兆。西瑶、小月，你们退到一旁。玄黄为基，混沌为引，人道为心，是时候了。圣尊，若是诸圣真的前来，那就让他们来吧，正好让整个洪荒都知道何为真正的混元大道。传令下去，开启所有防御阵法。今日我要让诸圣明白，这北海不是他们能够撒野的地方。是，圣尊。大兄，你可感应到了北海那股气息？以力正道，他终究要踏出这一步。此等逆天之举，绝不能容。若让他成功，洪荒秩序何在？天道威严何在？二弟，你着相了，天道之下自有一线生机。大兄，难道要坐视一个披毛戴角之辈与吾等并列？师尊，北海异动，大师伯与二师伯似乎……好个楚风，竟真要走通这条路。多宝，你觉得为师该当如何？弟子不敢妄议圣意。元始必定要去阻道，老子态度不明，传令下去，截教弟子不得插手此事。师兄，此乃天赐良机，若能在楚风正道关键时刻，师弟以力正道凶险万分，此时出手恐沾大因果。正是凶险才要出手。若他成功，洪荒再多一位不受约束的圣人；若他失败，那混沌中，且看三清如何行事。好你个楚风，夺我功德，窃我气运，如今还想正道混元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这乌龟壳能不能挡住圣人之怒。师尊，方才通天师叔传令，截教不得插手。他倒是会做人。广成子传讯其他几位圣人，北海论道，共商洪荒秩序。师尊，通天师叔那里？他若不来，便是自绝于天道正统。楚风，尔不修功德，不明天数，妄图以力正道，行此逆天之举，此刻散去气运，俯首认错，尚可保全性命。元始道友，好大的威风！涂某修行，何须向你阐教禀报？何谓顺天？何谓逆天？莫非顺你意便是顺天，逆你意便是逆天不成？天道有序，万物有常，道有之道，以攘天机，乱定数。此非私怨，乃为洪荒秩序。老子道友好一个为洪荒秩序，却不知这秩序是天道之秩序，还是你等圣人的秩序。哈哈，土风道友，贫道欣赏你的胆色。不过今日之事关系重大，你若肯开放屏障，让我等一观你这正道之法，或可避免干戈。通天道友想看除某手段，何须如此麻烦？尔等今日联袂而来，不就是为了试试能否在我正道之前破开我这乌龟壳吗？何必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？阿弥陀佛，楚风道友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与人族因果太深，已坠魔障。不若随我回西方极乐，共参无上妙法，化解此劫。准提，收起你这套度化之言。想要混沌中，想要人道气运，直说便是。这般惺惺作态，令人作呕。道友执念太深，已生心魔。我等实为助道友超脱而来。与这悖逆之徒多言无益。楚风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要战便战，今日就让尔等见识何为混元之路，何为万法不侵。我这北海，尔等能踏入一步，便算我输。老子道友，人道愿力源于心，连接众生，岂是你能定住的？混沌剑气，斩！元始，你的混沌剑气比之通天道友的诛仙剑意如何？连诛仙剑阵都奈何我不得，何况于此？楚风道友得罪了，诛仙剑意，我通天道友好剑意，不过仅凭剑意投影，还破不开我的玄黄。放下执念，立地成佛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瓜噪，我之道心坚如混沌，
岂是尔等旁门左道所能动摇？想要度化我，先问问混沌中答不答应？楚风，受死！一击混沌为盾，到愿力加持我身，混沌中给我开！竟能挡下，这不可能！好一个乌龟壳！阿弥陀佛！怎么会？如何，诸位圣人？楚某这龟壳可还入得法眼？不可能！此等防御绝非准圣所能为。楚风，你究竟用了何种邪术？邪术，元始道友自己做不到，便认为是邪术。此乃玄黄不灭体圆满，结合混沌中镇守，再得人道愿力加持，堂堂正正的大道神通。你自己眼界有限，识不得真法，何必怨天尤人？以众生愿力为心，以玄黄母气为基，以混沌至宝为引。道友此法确实另辟蹊径，近乎一道。老子道友倒是明白人，大道3000，条条皆可证混元，岂止你红军一脉的斩三尸之法？好一个楚风，好一个万法不侵。贫道今日算是开了眼界。元始，看来你这盘古幡也有劈不开的东西了。通天，你楚风道友，你虽有至宝护身，然正道混元凶险万分，九死一生，何不与我等共享此法？西方愿与道友共参大道，同享极乐。准提，收起你的假慈悲，想窥探我的正道之秘，直说便是。不过，就凭你们刚才那点手段，我的防御都破不开，也配与我论道？道友杀性太重，已入魔道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啊！魔道，就因为我未走你们规定的路，便是魔道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女娲，你从头到尾一言不发，只是眼神怨毒，怎么无话可说了吗？楚风，你休要得意，本座就不信你这龟壳能一直撑下去。诸位道友不必与他废话，全力出手，耗也耗死他。耗死我？女娲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，也太小看我楚风了。尔等可知，与你们对话这片刻，我体内的人道气运非但未曾消耗，反而在尔等圣威压迫下，与我的融合更为紧密。尔等不是想看我能否正道吗？今日楚某便借尔等之手，踏出这最后一步，让尔等亲眼见证何为混元大罗金仙。阻止他，绝不能让他踏出这一步。天道有序，不容僭越。吾先建议，朕。阿弥陀佛。陪本座死。来得正好，以尔等圣人之力为锤，以我玄龟本源为胚，以人道愿力为火，助我混元道果。吾乃楚风，今同盟紫气，天道功德，以自身为根，一力破法，成就混元大罗金仙。自此与天道圣人并列，超脱时空，因果不沾。竟然真的成了！哈哈哈，好一个以力正道，好一个混元大罗金仙！楚风道友，恭喜！混元之路原来真的存在。阿弥陀佛，洪荒格局从此颠覆。混元大罗金仙，诸位，这场论道可还尽兴？诸位，这场论道该结束了，还要继续吗？楚风，你元始，你若心有不甘，楚某随时奉陪。不过下次就不是站在这里与你们说话了。道友既已正道，便是同道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告辞。楚风道友佩服，今日一战让贫道见识了何为混元，他日定当再来讨教。告辞。阿弥陀佛，恭喜道友正道混元，告辞。楚风，今日之辱，本座记下了。楚风，莫要得意太早。混元圣人，哼，洪荒的水深得很，阐教与你北海势不两立。随时恭候。只是元始道友，下次再来，记得带上你的盘古幡真身，一道投影，连给我瘙痒都不够资格。即日起，北海为本圣道场，万年之后，吾将于此开讲混元大道，有缘者皆可来听。玄城道友，你可听见了？楚风圣尊要开讲混元大道，那可是连五圣联手都奈何不得的存在啊！
听见了，自是听见了。只是吾等散修，无根脚，无师承，真能入圣尊法眼吗？糊涂！圣尊立图腾时便说过，有教无类，庇护人族尚且不求回报，讲道又怎会拒人千里？快走，快走！去晚了，怕连北海都挤不进去了。大王，咱们也去北海吗？听说那位圣尊连女娲娘娘都去，为何不去？女娲娘娘何曾正眼瞧过我等披毛戴角之辈？这位楚风圣尊不同，他能硬抗武圣，走的又是以立正道的路子，说不定正是我等妖族的机缘。可阐教那边，元始天尊看不上我们，难道我们还要热脸贴冷屁股？传令下去，愿意跟老子去北海碰运气的，收拾家伙，即刻出发。哈哈，背礼厚礼，本王亲自去北海道贺。圣尊，您看外面，好多修士、妖族还有龙族，四面八方都在往北海来，简直比当年紫霄宫开讲时还要热闹。好多人喜欢圣尊来听道，他们来不只是为了听道，更是为了寻找一条新的路，一个不受先天根脚、天道束缚的可能。所以圣尊您才宣布要开讲混元大道。立图腾据的是人道气运，开玄门讲混元大道据的是求道之心。我要让这洪荒众生知道，圣位并非他们想象的那般高不可攀，大道也并非只有紫霄宫一条路可走。而且有些人越是气急败坏，就说明我们做的越对。传令下去，万仙来朝，我等便以礼相待。这玄门之事就从此刻起。吾雨风感众生求道之间，今日于此开讲混元大道，有缘者皆可听闻。听到了吗？圣尊言有缘者皆可听闻，非有根脚者，非有天资者，吾等散修亦有闻道之机啊！大道之音，此乃真正的大道之音。混元者，混沌未分，元气合一。吾之道不假外物，不依天命，唯重自身。求利之体，破万法，正混元火。此无艰辛，就此一生。然一旦攻成，超脱自在，不受枷锁。不求天道认可，只凭自身，这才是我等妖族该走的路。圣尊气度果真非比寻常，此言一出，洪荒格局真要变了。大道之途非只一条，吾今日亦在此宣布，创立玄门，玄者幽深也，众妙之门。吾之玄门不立大教，不争气运，只在为洪荒众生开一超脱之门，问道混元。凡有志于此道者，无论出身，无论根脚，皆可自视为玄门一员，以求道者自居，相互砥砺，共探前路。拜见楚风圣人，愿入玄门，追随圣尊，求索大道。玄门已立，大道已传，这洪荒是该有些新的声音了。师尊，北海那边据说已有数十万修士聚集，连西海龙王都亲自前往朝贺。那楚风还公然宣称创立玄门，够了！披毛戴角之徒，师生卵化之辈，侥幸得了些机缘，也敢妄立玄门，与我盘古正宗并列。师尊息怒，那楚风毕竟已成混元，混元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，立玄门，他以为这是在过家家吗？师尊，据闻其他几位圣人对这事态度各异，老子师伯闭门不出，通天师叔似乎颇为赞赏，西方二圣则在暗中观察。好得很，一个个都等着看笑话是吧？通天那个莽夫，迟早要为他今日的短视付出代价。他楚风不是要立玄门吗？不是要讲混元大道吗？本座倒要看看这玄门能立几天。师尊的意思是，传我法旨，凡我阐教门人，见玄门弟子，当持正辟邪，维护天道正统。但凡有与玄门往来者，视为叛教。师尊，这怎么连你也要质疑为师的决断？弟子不敢，只是如此是否太过？太过？你以为那楚风立玄门只是为了讲道？他这是在动摇洪荒根基。今日他敢立玄门，明日就敢挑战天道秩序。楚风，你以为成就混元就能为所欲为？这洪荒还轮不到你一个后辈来定规矩。既然你要立玄门，那就别怪本座不留情面。这洪荒有你没我。阐教弟子听令，即日起，凡遇玄门之人，格杀勿论。果然是万年诸果，若是献给圣尊，或可助我求得真传。且住，此等先天灵根，岂是尔等旁门左道可以染指？清虚道友，天地灵物自有缘法，既是贫道先至，何来旁门之说？莫非这云雾山何时成了阐教私产？
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此物与我西方有缘，当以佛法温养，普度众生。二位施主何必为此等外物伤了和气？好个有缘！慧明，你西方见什么都说有缘，怎不见你说那北海玄龟与你有缘？楚风圣尊曾言，万物皆有其主。今日既是我先寻得，便是玄门之物。二位若是求取，也该讲究个先来后到。好个玄门，不过是个披毛戴角之辈所立，也敢妄称道统。云阳子，你本是散修出身，若是迷途知返，投入我阐教门下，或许还能得个外门弟子的名分。清虚道友此言差矣。佛法广大，普度众生。云阳子施主若是有意，我西方极乐世界也愿敞开大门。至于这诸果，不如交由贫僧带回灵山，炼成丹药后平分，岂不皆大欢喜？圣尊教导，机缘当前，当仁不让。此物我要定了。二位若是强取，休怪贫道不讲情面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就让你见识何为玄门正宗。今日便替楚风好生管教门下。施主执念太深，贫僧只好助你明心见性了。此物既与我西方有缘，何该度化？好个玄门正宗，好个慈悲为怀。一个仗势欺人，一个巧取豪夺。今日方知何为虚伪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待我停下来，再去找楚风理论。施主若肯放下执念，我佛门广大，未必不能渡你。何苦为了区区领悟，断送修行前程？圣尊在上，弟子无能，怕是要堕了玄门威名。你们阐教与西方教便是如此行事的吗？早说过你不自量力，现在求饶，将这诸果奉上，或许还能留你一条生路。云阳子施主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此刻皈依尚不算晚。圣尊在上，弟子云阳子于云雾山遭阐教清虚，西方教慧明联手欺凌，夺我机缘，欲毁我道途。弟子无能，堕了玄门威名，恳请圣尊做主。好胆！楚风，你竟真敢插手小辈之争！楚风圣人，此乃小辈机缘之争，您贵为混元，插手怕是不合规矩。规矩？尔等二人联手欺我门下时，可曾讲过规矩？现在与本圣谈规矩，晚了。圣人饶命！弟子云阳子谢圣尊救命之恩，谢圣尊维护之德，弟子谨记圣尊教诲。清虚，带着你的破剑滚回玉虚宫，告诉元始，小辈争锋，各凭本事，生死一命。若再有人不顾面皮，行此龌龊之事，休怪本圣亲自去他玉虚宫，与他理论理论。接引准提，管好你们门下。若再让本圣听到什么此物与西方有缘的强盗言论，下次碎的就不是金身，而是你们的八宝功德池。速取诸果，回去好生疗伤修行。记住，玄门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师祖，那楚风他完全不讲规矩，弟子只是与那云阳子争夺灵物，他便隔空出手，险些将弟子……够了！楚风，好一个楚风，竟敢如此折辱我阐教门人！师尊，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。那楚风分明是在打您的脸面，若不出手惩戒，洪荒众生将如何看待我阐教？那你待如何？让为师现在就杀上北海，与那楚风做过一场。难道就任由他如此嚣张？呵呵，他占住了小辈争斗的理，若为师此刻出手，反倒落了个以大欺小的名声。况且那楚风已成混元，又有混沌钟在手，真要动起手来，胜负难料。师祖，难道弟子这顿打就白挨了？废物！二人联手还拿不下一个云阳子，反被人家师尊隔空教训，我阐教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传令下去，所有弟子暂避玄门锋芒，封神之势将起，届时，哼！师尊，玉虚宫那边知道了。元始师叔就这般忍了？不忍又能如何？那楚风行事看似霸道，实则分寸拿捏得极准。小辈之争，他出手惩戒，却未伤性命，站住了道理。况且通天不是一直想看元始吃瘪吗？痛快，真是痛快！元始那厮平日里总把披毛戴角挂在嘴边，如今被他最看不起的师生卵化之辈打了脸，真是报应。师尊，我们是否要……不必，这事我们看戏就好。传令下去，截教弟子不得掺和此事。我倒要看看元始这口恶气要如何咽下。好个楚风，竟敢毁我弟子金身，此仇不报，我西方颜面何存？师弟稍安勿躁，那楚风正是要激怒我们，不可中计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
非也，他今日种下霸道之因，来日必受恶果。封神将至，届时好生休养。待亮节起时，自有你雪耻之日。弟子遵命。如此纯净的玄金矿脉，若是开采出来，定能炼制不少法宝，壮大我玄门实力。时机，此地灵气充沛，矿脉品质上乘，何该归我阐教所有？你一个顽石成精，也配占据这等福地？太乙道友，此矿脉是我先发现，圣尊教导，机缘当前，当仁不让。莫非阐教现在连先来后到的道理都不讲了？阿弥陀佛，时机道友此言差矣。此物与我西方有缘，何该由我佛门度化？不如行个方便，结个善缘，他日必有福报。弥勒，你们西方教见什么都说有缘，怎么不见你们说北海与你们有缘？这强取豪夺的本事倒是越发娴熟了。放肆！时机，莫要以为有楚风撑腰，就敢如此嚣张。区顽石得道，也敢与我等正宗玄门相提并论？太乙，你张口闭口顽石成精，莫非忘了你阐教玉鼎师弟也是玉石得道？怎不见你说他是旁门左道？这般厚此薄彼，就是你说的玄门正宗？好个牙尖嘴利的石精！今日就替楚风好生管教管教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尊卑有别。时机道友执念太深，已入魔掌，贫僧只好助你明心见性，渡你脱离苦海。好个玄门正宗，好个慈悲为怀，一个以多欺少，一个趁火打劫，这就是你们标榜的正道作风。对付你这等旁门左道，何须讲什么道义？今日就让你尝尝九龙神火的滋味。此物既与我西方有缘，何该度化？时机道友放下执念，方得自在。圣尊在上，弟子时机在犀牛。贺州玄金矿脉遭太乙弥勒围攻，他们以多欺少，强夺机缘，请圣尊做主。太乙弥勒，看来本圣上次的警告，你们是半点没放在心上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就让你们长长记性。楚风，你贵为混元圣人，何必插手小辈之争？圣人息怒，此事或许有些误会。误会？本圣亲眼所见，尔等二人联手欺我门下，强夺机缘，这也叫误会？这矿脉本就该归我阐教。上次毁了清虚的飞剑，看来还不够让你们长记性。圣人恕罪，贫僧这就离去。想走？晚了，这一遍是打你伪善欺人，口口声声慈悲为怀，行事却如此卑劣。你竟敢毁我法宝！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这一掌是打你仗势欺人，口口声声玄门正宗，行事却如此不堪。可曾受伤？记住今日之事，我玄门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若再有人欺辱，尽管禀报。谢圣尊相救，弟子无事。告诉元始和接引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若再敢欺我门下，本圣不介意去他们的道场做客。弟子谨记圣尊教诲。楚风，安敢如此？师尊，太乙师弟他，令所有弟子即刻返回昆仑，封神榜将出，届时，哼！师兄，那楚风欺人太甚，忍，暂且忍耐，待亮节开启，自有计较。好一个楚风，接连折辱我阐教门人，真当我元始是泥塑的不成？二弟稍安勿躁。大兄，那楚风都欺上门来了，你还要我忍到何时？师伯，那楚风实在欺人太甚。太乙师弟的九龙神火罩险些被毁，这分明是在打师尊的脸啊！那你待如何？现在就去北海与楚风决战？难道就任由他如此嚣张？封神榜将出，亮节将至，届时自有与他清算之时。痛快！元始那厮平日里目中无人，如今被他最看不起的师生卵化之辈接连打脸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师尊，那楚风如此强势，会不会……不必担忧，楚风此人虽然霸道，却重情重义，比起元始那等虚伪之辈，反倒更合我的性子。那封神榜之事，既然元始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，传令下去，截教弟子早做准备。那楚风实在太过分了，接连折辱我西方弟子，真当我西方无人吗？阿弥陀佛，此事确实棘手。师尊，师伯，那楚风说下次就要打上灵山，他敢？看来必须要加快计划了。封神榜将出，正是我西方大兴之机。师兄的意思是，
既然东方内乱将起，正是我西方度化有缘人的良机。打吧，打得越激烈越好。待你们两败俱伤之时，楚风、元始，待本座补全圣机，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圣尊接连惩戒两教弟子，会不会？无妨，他们越是愤怒，就越是说明我们做对了。可是封神榜将出，亮节将至，这是危机，也是机遇。传令玄门弟子好生修炼，静待时机。云阳子道友，听闻前日你在云雾山大展神威，连阐教和西方教的弟子都在你手上吃了亏。全仗圣尊庇佑，若非圣尊出手，贫道怕是难逃一劫。楚风圣尊当真护短，如今洪荒谁不知道，得罪了玄门弟子，就等于得罪了圣尊本人。道友可否引荐？我等也想拜入玄门，聆听圣尊教诲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当年那个在北海闭关的玄龟，如今已成混元圣人，连元始天尊都要暂避锋芒。陛下英明，早早就与玄门交好。如今我龙族在北海行事，都要仰仗玄门照拂。传令下去，龙族子弟见到玄门弟子，务必以礼相待。另外备一份厚礼，本王要亲自去北海道贺。兄弟们，连龙族都要对玄门客客气气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楚风圣尊才是真正的大腿。正是，以前咱们被阐教那些人呼来喝去，现在总算有人替咱们出头了。走，咱们也去北海碰碰运气。就算不能拜入玄门，能在圣尊道场外围修行也是好的。师尊有令，近期所有弟子不得外出，静待封神榜出世。大师兄，难道就任由玄门那些人嚣张？急什么？亮节将至，到时自有计较。现在且让他们得意几天。圣尊，如今洪荒各处都在传颂您的威名，每日都有数以千计的修士前来北海，想要拜入玄门。声势不过是表象，实力才是根本。传令下去，玄门弟子当以修行为重，不可恃强凌弱。是，不过圣尊接连出手惩戒两教弟子，就不怕元始天尊他们报复吗？他们若是敢来，正好让我试试混沌中的锋芒。况且，你以为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？封神榜。亮节将至，他们都想在封神榜出世前保存实力。这个时候，没人愿意与一位混元圣人死磕。大兄，那楚风如今广收门徒，连四海龙族都主动投靠，若再任其发展，只怕封神榜出世时，我等都要受制于人。二弟，你太急躁了。楚风虽已成混元，但终究根基尚浅。可他现在接连折辱我阐教弟子，连太乙的九龙神火罩都险些被毁。若是再不出手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更不能在此时与他正面冲突。你可知道通天最近在做什么？那个莽夫整日里在碧游宫饮酒作乐，还能做什么？你太小看他了。我得到消息，通天正在暗中联络海外散修，恐怕另有所图。大兄的意思是，封神榜将出，届时必有一场大劫。与其现在与楚风死斗，不如让玄门与截教先斗上一场。妙啊！通天那个莽夫最重义气，若是让玄门与截教结下梁子，正是。楚风行事霸道，通天桀骜不驯，这两人若是相争，必是两败俱伤。师尊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很好，记住，此事要做的不着痕迹，就让他们以为是机缘巧合下的冲突。弟子明白，只是若是被楚风察觉又如何？到时候木已成舟，他还能同时对付我阐教与截教不成？楚风啊楚风，你以为成就混元就能为所欲为？这洪荒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。楚风，你辱我阐教，伤我师弟，这一次定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多宝道兄，碧霄师妹，好巧啊！赤精子，你怎么会在此地？这秘境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。碧霄师妹此言差矣，天地灵物，有缘者得之。不过我听说玄门的人也往这边来了，说是要将这秘境献给楚风圣尊呢。多宝道兄，碧霄道友，此地好啊！你们玄门果然想独占秘境。云阳子道友，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，二位怕是误会了，贫道只是路过。少装糊涂，看紧！碧霄道友，这中间必有误会。碧霄师妹，且慢动手。大师兄，他们都欺负到头上来了，你还拦我？好你个云阳子，竟敢偷袭！我并未出手。师尊，今日在东海秘境，玄门云阳子与碧霄师妹发生冲突。哦，所为何事？似乎是因为秘境归属，不过弟子觉得此事有些蹊跷。原始那个老狐狸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吗？圣尊，云阳子
在东海与截教碧霄发生冲突，详情如何？据说是为了一个秘境，不过云阳子说他是被人陷害的。圣尊认为这是……看来有人坐不住了，传令下去，让弟子们近期小心行事。除了玉虚宫那位，还能有谁？不过通天也不是傻子，这出戏才刚刚开始。师尊，那玄门欺人太甚，云阳子明明出手偷袭，大师兄却还要拦着我。师妹，此事确有蹊跷。当时我隐约察觉到另一股法力波动。好个元始，好个一石二鸟之计！师尊何出此言？你们真以为这是玄门故意挑衅？师尊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挑拨？除了玉虚宫那位，还有谁会如此费尽心机？先是让赤精子偶遇你们，再暗中出手嫁祸玄门。这二师伯他为何要这么做？他是想让我截教与玄门相争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。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传令下去，所有截教弟子不得再与玄门冲突。另外，我要亲自会一会楚风。圣尊，东海之事恐怕会引发玄门与截教的大规模冲突。通天不是傻子，这点伎俩还瞒不过他。那我们要不要主动解释？不必，若我所料不差，通天很快就会来。楚风道友，别来无恙。通天道友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？东海之事你怎么看？雕虫小技，不值一提。好，既然道友心如明镜，那通天也就不绕弯子了。有人想看我们两败俱伤，我们偏不如他的意。道友爽快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。师尊，截教与玄门似乎并未如预期那般冲突。看来他们都看穿了，无妨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封神榜将出，到时候看你们还能不能这般淡定。诸位道友，那楚风已成洪荒最大变数，若不除之，待其羽翼丰满，届时……女娲道友何必多言？此僚屡次辱我阐教，本座早就欲除之而后快。女娲道友特意召集我等，想必已有对策。吾参悟天道得一阵法，名曰洪荒绝胜，可引天道本源之力，锁定宿命，任他混元修为，也难逃此劫。哦，竟有如此阵法！只是此举恐沾染大因果。因果？那楚风逆天改命，夺我功德，乱洪荒秩序，这才是最大的因果。今日不除，他日必成心腹大患。女娲道友所言极是，此僚不除，洪荒难安。阵法需要什么？需要5位圣人合力，以我为阵眼，引动天道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需要重现当年撑天宿命，以天道之力逼他现出玄龟真身，取其四足，完成天命。原来如此，既是完成天命，便是顺应天道，自然能得天道加持。只是那楚风已成混元，又有混沌钟在手，正因他已成混元，其四足才更具神效。一旦成功，不仅可除大患，诸位道友亦能分润补天功德。本座愿助道友一臂之力，我西方教也愿相助。为洪荒苍生计，贫僧也只能顺应天命了。既然是天命所归，那便依诸位所言。好，3日后，北海之上布阵除魔。楚风，这一次定要你形神俱灭，完成你未尽的宿命。楚风，宿命轮回，今日便是你应劫之时。披毛戴角之辈，侥幸正得混元，也敢妄自尊大。今日定要你形神俱灭，以正天道。天道有序，万物有常，道友逆天而行，何该有此一劫？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施主若肯皈依我佛，或可。师兄何必多言？此僚冥顽不灵，屡次辱我佛门，今日定要度化。好一个洪荒绝胜阵，好一个替天行道。为了对付楚某，诸位倒是费心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诸位道友速速起阵。今日就让你见识何为玄门正宗，让你这野路子的混元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。哎，天命难违，道友莫怪。女娲，你口口声声天命，可还记得当年是谁心怀慈悲，捏土造人？如今却要借天道之力行杀戮之事，这就是你追求的圣道？休要胡言乱语，诸位道友莫要被他蛊惑，速速催动大阵。女娲道友所言极是，速速催动大阵，莫要与他多言。阿弥陀佛，此乃天数使然，非我等所能违逆。好一个洪荒绝胜阵，好一个替天行道。为了对付楚某，诸位倒是费心了。够了，死到临头还敢挑拨离间，今日定要你灰飞烟灭。全力催动大阵，逼他现出原形，完成天命。就凭你们，非定我宿命。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混元大道。楚风不必负隅顽抗，
此阵引动天道本源，任你至宝通天，也难逃宿命。宿命，元始，你可知何为真正的混元？超脱时空，因果不沾，这才是混元真意。你这等困守天道的圣人，又怎会明白？休要听他胡言，全力催动阵法，逼他现出原形。河图洛书，想不到帝俊陨落后，此宝竟落入你手。老子道友，你既掌太极图，当知天眼四九，遁去其一。这决胜大阵，当真完美无缺吗？莫要与他论道，此疗最善蛊惑人心。阿弥陀佛，阵法已成，任他巧舌如簧，也难改天命。好一个天命！女娲，你口口声声宿命，可曾想过，为何天道偏偏选中我这玄龟之躯来撑天？天道玄妙，岂是你能揣度？因为玄龟之躯承载的是洪荒大地之力，而引动天道，却不知这大地之力正是天道根基。荒谬！大地之力又如何？在完整的天道面前，不过蝼蚁之力。是吗？那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力之大道。不好，他在寻找阵法破绽，快阻止他！完了，哈哈，找到了，原来如此。哇，你自身为阵眼，却不知这恰恰成了最大的破绽。不可能，这决胜大阵乃天道显化，你怎可能看破其中玄机？女娲，你太执着于所谓的宿命了。你以为借助天道之力就能掌控一切，却不知这天地间最根本的力量究竟是什么。休要听他妖言惑众，诸位道友全力镇压，绝不能让他破阵而出。此子竟能洞悉天道运转之妙，看来我们都小看他了。既然你们执意要以天道压我，今日便让你们见识真正的玄龟之力。尽本源的大地之力，他竟然将玄龟之躯修炼到了与洪荒大地共鸣的境界。不错，用天道，却忘了天道本就依托于这方天地。今日就让我这撑天之躯来称量称量你们所谓的天道。就算你看破阵眼又如何？在完整的天道之力面前，你终究要现出原形，完成你的宿命。他竟然真的抗住了天道反噬，这怎么可能？此辽竟将玄龟之躯修炼到如此境界，怕是已经触及洪荒本源。哇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楚风能走到今日，靠的不是躲避宿命，而是一力破之。所谓的天命，在我眼中不过是一道需要打破的枷锁。狂妄！天道之下皆为蝼蚁，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威难测。那今日我这蝼蚁就要撼动你这天道，玄黄不灭，大地永存。这不可能，你怎能抗衡完整的天道之力？因为你们所谓的天道，从来就不是这方天地的全部。现在该我了。撑不住了吧？任你玄龟之躯再强，在完整的天道之力面前，也不过是螳臂当车，还不速速现出原形，完成你的宿命？早说过，你这披毛戴角之辈难成大器，现在跪下求饶，本座或可大发慈悲，留你一个全尸。此疗已是强弩之末，诸位道友再加把劲，待他现出原形，正好度化入我佛门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施主何必执着？天命如此，道友何必强求？你们太小看混元之道了，也太小看我。警告！天道反噬已达到临界点，玄龟真身即将达到承载极限，紧急推演完成。检测到阵法核心与天道连接的唯一脆弱节点，位于女娲所在阵眼下方3尺3寸时空扭曲点。最佳破阵方案生成，以力之大道极致凝聚所有力量，一击破之，成功率51%。建议立即执行。原来如此，女娲，你自以为以身为阵眼就能完美掌控这决胜大阵，却不知恰恰成了你最致命的破绽，真是作茧自缚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诸位道友，莫要被他蛊惑。不好，他找到了阵法运转的关窍，快阻止他，他要狗急跳墙了。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什么是以力正道吗？今日就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一力破万法。快拦住他，他要拼命了！阿弥陀佛，此子竟要行此极端之事，这是要玉石俱焚啊！快打断他，不能让他完成蓄力。女娲，你以天道为凭，我以力破之；元始，你自诩正宗，我以力正之；老子，你淡漠无为，我以力改之；西方二位，你们巧言令色，我以力破之。今日就让你们明白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所谓的天命，所谓的宿命，不过是虚妄。
这一击不为正道，不为超脱，只为告诉你们，我楚风的命运从始至终都只由我自己主宰。系统，助我立志大道，极致升华。不，快拦住他！这是要颠覆天道！这是什么力量？竟能直接撼动天道本源？力之极致，混元真意，原来如此！快撤去阵法，此拳不可力敌！来不及了，这一拳已经锁定了天道轨迹，避无可避。这一拳为我打破亿万载玄龟宿命，这一拳为我正道混元证明，这一拳为开路。不，我以圣人精血祭阵，天道助我，鸿蒙紫气护我圣躯。没用的，哇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不是单纯的力量对决，这是意志的较量。你的心中只有恐惧与执念，被所谓的天命束缚，而我心中唯有打破一切的决心。阵法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以力正道，超脱规则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混元。这一拳竟然直接轰碎了天道印记！阿弥陀佛，天道反噬！我的圣机！今日起，我楚风的命运由我自己书写，玄龟宿命至此终结。道友好自为之，这洪荒要变天了。我们走，此仇来日再报。阿弥陀佛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宿命已破，因果该了了。女娲，你执着万年，可曾想过今日？楚风，你竟敢毁我圣机！天道绝不会放过你！天道，女娲，到此刻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打破的就是天道强加的宿命。你口口声声天道，可曾问过这天道可曾公乎？因果，他联合尔等布下决胜之阵，欲置我于死地时，可曾想过因果？今日我楚风便告诉这洪荒众生，何为真正的公道。道有三思，女娲毕竟是天道圣人，关乎洪荒秩序。此举恐引发无量亮点。秩序？当你们联手欺凌我玄门弟子时，秩序何在？当你们以多欺少，布阵杀我时，秩序何在？今日我便以我之法，立我之序。不，楚风，我愿交出鸿蒙紫气，我愿永世不出挖皇宫，放过我。晚了，当你执意要完成那所谓的撑天宿命时，你我之间便只有了断。以我混元之名，敕令女娲背逆天道，妄动杀劫，镇压于北海之眼万年，以儆效尤。万载之后，若你道心重塑，或可重见天日。楚风，我诅咒你，诅咒你道途崩毁，永世不得。宿命终于结束了。听，检测到宿主彻底扭转北海玄龟宿命，打破天道枷锁，终极因果医疗，最终任务解锁，超脱洪荒，开辟新纪元。新的纪元了。西瑶，圣尊，传令玄门，3日之后齐聚北海，我们要去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圣尊，女娲被镇压，宿命已破，我们接下来该如何？西瑶，你可曾感觉这洪荒天地似乎变得狭小了？圣尊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种难以言喻的束缚感，仿佛天地四极都在收缩。非是天地收缩，而是我的道已非此界所能容。终极任务：超脱洪荒，开辟新纪元。任务说明：宿主已打破此方宇宙终极宿命，道果圆满，引动洪荒本源排斥。需在3000个洪荒日内汇聚玄门众生之力，击穿宇宙壁垒，于混沌中开辟全新大千世界。任务奖励：大道之主位格，真正永恒自在。警告：超脱之路蕴含无尽风险，宇宙壁垒之外混沌能量狂暴，稍有差池，形神俱灭。原来如此，打破终极宿命，道果圆满，以引动洪荒本源排斥。3000个洪荒日内必须超脱此界，否则会怎样？否则道果将与洪荒本源冲突，要么我道消深陨，要么洪荒破碎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唯有一途，汇聚玄门众生之力，击穿宇宙壁垒，于混沌中开辟全新大千世界。超脱洪荒，开辟新世界，这真的可能吗？既然天道宿命都可打破，区区宇宙壁垒又如何挡得住我？需要凝聚玄门全体弟子信念，以混沌中为风，河图洛书，定航向。我的混元圣躯为基，方有一线可能。一线可能也是可能。圣尊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传令玄门所有弟子，无论身在何方，修为高低，3日之内齐聚北海，告诉他们，愿意随我楚风去看看那天外之天，道外之道的，
便留下。若有眷恋故土不愿离去的，我也不强求，赠其功法宝物，就此别过。洪荒承载了我太多的因果与记忆，但道无止境，是时候了。玄门所有弟子，无论身在何方，修为高低，3日之内齐聚北海。诸位同门，圣尊召唤，超脱洪荒，开辟新天，此乃万古未有之机缘。速速收拾行装，随我前往北海。师兄，我们真的要离开洪荒吗？圣尊带领我们打破宿命，如今更要带领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这等机缘岂能错过？诸位道友，当年若无圣尊庇护，我等早已被阐教、西方教欺凌。如今圣尊要带领我们超脱此界，尔等可愿相随？誓死追随圣尊，誓死追随圣尊。西瑶仙子，龙族愿举足相随，还望仙子代为通传。龙王深明大义，圣尊必定欣慰。只是此行前途未卜，龙王当真考虑清楚了。楚风圣尊屡创奇迹，此番超脱之举必能成功。龙族愿倾全族之力，助圣尊开辟新天。西瑶仙子，老朽修为浅薄，也能追随圣尊吧？圣尊有言，不同修为，只看道心，只要诚心相随，皆可同行。听到了吗？我们也能去往新天地。圣尊，玄门弟子正在陆续抵达，云阳子、石矶等人已到，龙族更是举足来头。如今北海之滨已有100万之众，是，可有人选择留下，却有少数弟子因牵挂故土选择留下，均已按圣尊吩咐赠予功法宝物。人各有志，不必强求。3日之后，愿随我同行者必将见证一个全新的开始。